Hello，同学们，大家好。同学们能看到老师的双手，并且能正常看到我们直播画面的同学们呢，可以给老师在当前屏幕扣个1，我看一下同学们这个镜头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老师先把我们这个案例拿起来给同学们看一下，我们分析一下它这个制作过程，还有它这个配色特点。好了，老师看到同学们发这个1啊，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母鸡呢，梦里花开，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作品了。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搭配是也是非常特别、非常古典的。比如说呢，它整体的颜色是不是整体就是大家能看到一大片的这种咖啡色啊，一大片的这种黄色呀，各种层次的黄，那么浅黄色呀、肉色呀、橘黄色呀，红色有粉红色、橘红色，有大红色，对不对？整体这个暖色调为主的颜色搭配。那么少量呢运用到绿色，但这个绿色不会像我们上节课那种绿色那么鲜艳那么清脆。它这个绿色呢，颜色是比较暗沉的，而且是比较复古的，有点像我们那个祖母绿啊、橄榄绿这种感觉。这个绿色呢，它需要调和的。那么我们这节课需要调和的，就要学习这种偏暖这种色调是如何调和出来的。那么制作的顺序呢，同学们可以看一下左边这个步骤图长长这一条步骤图。顺序的话呢，还是从我们这节课的一个重点母鸡的身体开始制作。我们先来制作它的身体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制作它的头部第三步呢制作它的翅膀，基本上已经完成一大半了，对不对？然后呢，最后添加一下它这个机关，还有它的这个尾巴，包括它这个围巾。背景这些小花花还有小叶片，我们基本上上节课也已经比较了解了应该都可以做出来。然后这节课呢就可以制作完成了。然后第一步的话呢，刚才老师也说了，我们需要用到这个肉色建议同学们现在把这个肉色粘土拿出来。没有肉色同学呢，可以用这个白色加一点点橙色给它调和一下。肉色粘土的用量呢，同学们大概取出4厘米左右的这个直径的这个圆球就可以了好，老师先取出一块，然后比较一下4厘米的一个直径的圆球大概就是这么大左右大概就这么大左右。然后取出来这个母鸡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粘土的话呢，第一步还是要先来调和一下。我们拿到这个肉色粘土先给它轻轻的给它揉搓一下，把里面这个气泡给它排干净。不然的话呢，做完的作品它里面就会产生气泡，并且呢也不会很细腻我们给它揉一下，大概揉一个1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像有些部位比较小的话，可能就不需要这一步了。比如说我们做一个鸡的嘴呀，或者鸡的鸡冠可能就不需要这一步了。好，然后呢，同学们拿出这个亚克力板我们需要用一下这个亚克力板。稍等一下，老师把这个桌面稍微给它腾一下空隙不然的话呢有点拥挤，毕竟老师手占的面积比较大。好，我们把这个粘土呢揉好之后，先给它团成个圆球形，先给它做一个基础形它的这个身体的基础形呢就是一个圆球。我们先从圆球慢慢给它变起来，好，上下左右给它团一团团成个圆球。好，团成圆球之后呢，现在这个圆球的话呢，已经是比较圆的了身体的话呢，我们主要观察一下它身体的话呢，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圆的一个形状，它是什么形状呢？可以问一下同学们，你们觉得它这个身体像一个什么形状？老师描述一下它的尾巴呢是一个尖，它的脖子呢也挺细的尾巴是一个尖，脖子也挺细的。总体呢，它就是中间比较宽，两边比较尖同学觉得它像一个什么形状呢？大家可以说一下看同学们这个观察是否比较细致。同学们觉得它这个身体像什么形状呢？老师可以给一些提示它像月亮，还是像这个树叶形，还是像这种米粒的形状还是像这种同学们水滴形状？同学们可以自己说一下好，我看到来一同学说像一个半月形，安妮哒哒同学说像一个月亮形这两位同学其实说的都非常的生动形象，它确实很像一个半月像一个满月，然后呢截掉一半，也很像一个就是月亮形状两边尖尖的，中间鼓鼓的其实呢差不多它身体的话确实是像一个这种半个月亮这种形状这两位同学都回答的非常好，观察的非常细致。
好，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圆球变成这种月亮的形状啊，怎么样变呢？我们先用这个压泥板倾斜大概45度左右戳一下啊，给它戳的一头戳的稍微尖一些啊，毕竟我们刚才已经观察发现了它两头都是比较尖，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给它变成两头比较尖这种感觉，我们倾斜这样戳。好啊，这边的话呢戳的比较尖了，但这个尖呢不要就太尖了，它这个尖呢可能是连接我们脖子这个位置，大概大概宽度在2厘米左右啊。然后呢，我们把它翻过来戳另外一边，再给它戳尖。现在长度的话，同学们不要这么纠结啊。一会儿老师把两边全戳完之后呢，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它的长度啊。现在先把它两边尖的这种形状给它做出来。厚度的话呢，我们也是一会儿再调整啊。今天我们做这个造型啊，是先把它这个大概的形以及给它做完之后呢，再来调整一下它的厚度，会比较方便一点。好，另外一个尖呢，可以适当稍微戳尖一点点啊。毕竟我们的板子它戳尖的话呢，还是有一点局限性的，因为我们这个粘土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先只要戳一个大概的尖啊。一会儿的话呢，如果它角度有点不太够，我们还是需要用这个剪刀啊，或者是刀片等工具修剪的啊。现在呢，同学们戳出这个形状啊，就两边比较尖的这种像一个怎么说呢？如果它直一点的话呢，像个树叶；如果它弯一点的话呢，就像个月亮啊。戳出这种就是说直直的这种月亮的形状吧现在长度的话呢，可以看一下了啊。现在老师戳完之后呢，它整体的这个长度啊，给同学们比一下啊。同学们这个画框的话应该是15厘米啊，它这个身体的话呢，大概是占到8厘米左右啊。同学们可以看一下自己这个切割垫板上的格子，大概是8厘米左右，稍微长一点、短一点的话呢，影响不是很大。有的同学可能做到9厘米，有的同学做到7厘米，你稍微短一点、长一点点没有什么关系。你短一点的话，你把它尾巴揪一揪。你太长的话呢，你把尾巴稍微剪短一点没关系，大概就是8厘米左右，两边尖尖的这种形状这一步同学们都没有什么问题吧？老师再总结一下一定要是两边尖尖的，中间宽宽的这种长度在8厘米左右的这个树叶形也行，月亮形也行。我们先给它搞成一个这样的形状，然后再开始给它变形现在我们就开始这个变形了，不停的给它变形到我们合适的这个母鸡的身体长度。好，然后现在这一步的变形呢，就给它稍微有点造型。我们看一下这个步骤图这个步骤图的这个第一张，它身体的话呢，它是很弯的，对不对？它不可能那么僵硬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给它的左右两边这个尖给它往上掰，掰的这种像一个月亮一样的这种感觉，给它掰弯我们现在给它掰弯。好，这个掰弯的话就很简单，我们用手呢给它中间这个位置给它凹进去左右两边呢给它往上推，然后这一步应该就非常简单同学们就掰弯就可以了。好，掰完之后呢，现在厚度的话我们一直都没有去管它，对不对？它厚度的话你看鼓囊囊的非常的厚，其实是不太合理的。然后现在我们来确定一下它的厚度，但你确定厚度的时候呢，它同时它这个宽度也要确定。它现在长度已经确定了8厘米，但它这个宽度呢还不一定。一会儿我们压厚度的时候，你一边压一边要看它这个宽度是否合适正常情况下，我们母鸡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宽度大概是在4到5厘米左右，就4.5厘米这个宽度是非常合适的现在的话呢，它只有这个3厘米这个宽度肯定是不太够的。然后我们就一边压一边看，它大概到4厘米这个宽度其实就可以了它现在呢是我们没有管它这个厚度，这个厚度的话呢现在是比较厚的。一会儿等我们压完之后呢，厚度大概一般情况下保证在1到1.5厘米左右就行了。好，我们现在开始压这个压这一步就非常简单了，你就从上往下就压就可以了，用力要均匀，你不要只压这边不压这边，你就从上往下中间这个位置压。你看我已经给它变成一个半月形了我压完之后它还是一个半月形，只不过变宽变胖了一些压完之后给它侧过来看这个厚度大概是1厘米左右，1到1.5这个厚度就行了有些同学说我可能就是说压稍微厚一点，有个1.2、1.3也没关系，这个影响不是很大这个厚度也是非常 OK 的现在压完了，对不对其实这个母鸡的身体的话呢，已经就是说非常不错了。但这个尾巴刚才老师也说了，它这个尾巴可是非常精致的，非常精美的，对不对？它是一个小尖尖，一个小翘尖的这种感觉。你看这个尾巴
这么宽放上去多不好看呀！我们要给尾巴给它弄一个尖尖，怎么弄呢？你用压泥板很难去给它搓尖的啊，我们需要拿到剪刀给它剪的尖尖的。那么稍等一下，老师，我要切换一下这个小镜头，让同学们看一下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尾巴给弄尖的。这个是尾巴的正面，对不对啊？这个是尾巴的背面，我们给它这样竖起来，另一只手呢拿出我们的剪刀，在它背面这个位置啊竖着剪啊，千万不要这样横着剪，你横着剪出来不还是宽的吗？你要这样竖着剪，在背后给它剪一刀啊，剪的这个长度呢就大概1-2厘米左右就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灵活调整。看我们剪完之后，它立刻就变尖了，而且后面这个粘土呢也会变薄，所以呢，我们还可以给它捏一捏，它变得越来越尖了啊。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粘土的一个小技巧。同学们不仅在做母鸡尾巴的时候可以这样处理，像同学平时以后肯定会接触到我们的 Q 版人物，像这种核弹人物那个厚厚的头发呀，有的时候它不尖，你怎么搓都搓不尖。你给它死磕到底，它就是不尖，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给它背后来一刀，一捏，它不就尖了吗？非常简单方便。好，然后我们再处理一下边缘啊。现在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母鸡的横切面贼厚，对不对？没有任何变化，它其实是立体感不是很强的像同学们可能有些同学就是说不太了解这个美术的话呢，老师可以给你们科普一下。像同学们多少都会知道这个素描吧？像素描它为什么被称之为一切绘画的基础呢？它为什么这么有立体感呢？那就是因为它这个边边有明暗交界线，有一个阴影。它这个阴影怎么来的？它这个物体它中间鼓鼓的，两边扁扁的，它才会有这个凹凸不平的这种立体感呢，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边边和中间都是一样的平面，它怎么会有立体感呢？所以这一步的话呢，我们需要把这个边边给它压得扁扁的，这样会让它更有立体感，同时呢也会让我们这个母鸡的边缘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好，然后呢，同学们拿出我们的板子把板子呢从侧面看，大概倾斜个30度左右，不倾斜45度了倾斜30度左右。欢迎新进来的同学新进来的同学可能有些同学稍微就是来晚了几分钟也没有关系，因为老师现在刚刚开始，同学稍微加快一下速度的话呢，也是可以跟上的如果身边没有这个工具，还有这个粘土的话呢同学们也可以跟着现在的直播一起看看一下老师怎么做的，然后有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没有看懂也可以问一下，到时候呢跟着回放补一下这个作业也是非常 OK 的。我们把这个边边给它压一圈，看压完之后它这个边就会变得比较薄一些压完之后你如果觉得不够薄，你还可以用手再给它捏一捏现在让它变得更薄。好，调整一下造型毕竟我们在给它捏的时候呢，可能它没有那么弯了。我们现在要把它这个母鸡的这个身体的中间这个位置再凹一凹，再给它掰弯一点。好，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给同学们看一下，它这个身体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然后呢，我们要注意一个小细节，它这个位置想问一下同学们，知道这个位置一会儿要放哪个部位吗？同学可以说一下一会儿我要在这个位置放一个部位，我现在要处理一下这个位置的形状同学们可以说一下这个位置我一会儿要先放什么地方呢？我是先给它这个位置放翅膀呢，还是先放头呢，还是先给它放围巾呢？同学们可以说一下自己对于粘土的一个制作顺序的一个理解。我看到安妮同学说这个位置一会儿要放羽毛还有别的同学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看法吗？看到新小小喵同学说放母鸡这个头部，然后还有其他这个发光星同学说放头部，然后老师现在呢就给同学们稍微解答一下这个位置的话呢它是要放这个母鸡的这个头部的因为它头部的话呢直接这样跟它怼在一起可能不太牢固，它要覆盖它就是说把它盖住一点点，它会粘的比较牢固一点，所以这个位置放母鸡头部的当安妮同学说要放母鸡的这个羽毛，其实呢也不能说是错误，它也是正确的，因为它头部下面也是要衔接我们这个羽毛的。但是呢，如果要放头部的话，它这个位置那么厚，你们把头部放上去一下子就凸起来了，会感觉有点突兀。同学们可以看一下老师这个头部，我放上去之后呢，它其实跟身体的高低落差呢，并不是从侧面看并不是非常的突兀，还是很自然的。那是因为我在粘土没干之前，我把这个位置给它压得扁扁的平平的，所以我放头部的话呢，它会显得比较自然。所以同学们呢也要用压泥板工具斜着这样给它压一压，就像是我们刚才压这个边边一样，
只不过你们可以要稍微使劲一点，压得越扁越好，把这个位置给它压扁，扁。好，从侧面看它就是个扁的一个斜面啊。一会儿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就要放这个母鸡的头。好，现在呢，我们基本上第一步已经制作差不多了啊。老师切换一下大镜头给同学们看一下。好，现在呢，我们这个第一步基本上差不多了啊。老师这一步的话呢，已经做完了。现在来汇报一下自己的进度，好不好？现在在跟着老师直播一起做的同学呢，如果这个身体已经做完了，调整完了，可以扣个1啊。没有做完同学扣个2。老师看一下同学们的进度，如果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做完的话呢，我们就开始进行下一步。如果现在在工作的同学没有办法制作，如果听懂了这一步呢，也可以发一个1，让老师了解一下同学们这个对于知识点这个理解的一个进度啊。好。老师一边问一下大家，然后一边调整一下，同学们可以调整一下，就把它往两边往中间这样怼啊，它是一个弯弯的形状。因为粘土呢，它会有点回弹，你一会儿不管它的话呢，它慢慢缩回来，它就不怎么弯了，就不好看了。好，同学们身体的话呢，看到大家都已经做完了，速度的话呢还是非常 OK 的。然后我们来制作一下头部，头部的话呢还是用到了肤色粘土啊，同学们拿出这个肉色的粘土。好。它头部的话呢，给同学们看一下啊，它头部和身体的一个比例，这样同学们拿粘土的话呢，也会有个参考。它身体的话是8厘米，对不对？宽的话是4.5。那么它头部的话呢，就占了那么小一点点的面积，同学们不可能再去拿一个非常多的一个量吧？建议同学们拿出一个2.5厘米的这个粘土，它其实就已经足够制作我们母鸡的这个头部了。2.5啊，2.5的话呢，就像平时我们吃的这个小枣子，非常小那种小红枣啊，或者是2、3颗花生这个大小，就这么大啊。我放到这里，让同学们看一下这个取图量。然后新拿的土呢，还是老规矩啊，揉一揉。只不过它这个土面积比较少，比较小，我们不用给它揉那么多下，就是揉个3、5秒钟，里面没气泡了，肉眼可见没有气泡啊，可以用了。行，我们就用这一块土啊。好，现在呢，我们把我们揉好这一块土啊，先给它团成个圆球。稍等一下，老师拿一下我们这个压泥板啊，给它团成个圆球。其实像我们做这种小动物它第一步的话呢，基本形就它最基本的一个形状都是圆球，我们先给它团成个圆球，然后呢再来做其他一个变形。好，还是先团成个圆球啊。好，上下左右不停的戳。欢迎西西公主啊，欢迎新进直播间同学。团成圆球之后呢，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它母鸡的这个头部呀，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规整的一个正圆形。它是有一点上窄下宽。那为什么上窄下宽呢？因为平常同学在电视或生活中见这个母鸡，它这个脖子这一圈，它这个羽毛是非常的发达的，好蓬松的有一圈，特别漂亮啊，非常漂亮。所以呢，它的头部的羽毛呢会短一些，它脖子一块羽毛呢会长一些所以的话呢，它头部是比较窄，然后呢下面是比较宽，是形成一个上窄下宽的这种说它是水滴形也行，说它是这个梯形也行。好，老师看到了西西公主下午好呀。同学刚来的话呢，也可以跟着现有的步骤听一下，如果方便的话呢，身边有材料也可以制作一下。好，我们现在呢就给它变成一个上窄下宽的一个水滴形。那我们把这个板子呢给它倾斜大概45度左右这样斜着搓，但你不要把这个水滴给我搓太长了因为它整个头部的话呢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它整体的这个长度大概是在3厘米左右，3厘米左右，可能还不到3厘米，就同学们大概搓到3厘米这个长度就停，不要再动它了你看现在老师搓了3厘米，上窄下宽其实就可以了。然后第二步的话呢，我们给它变一下这个宽度，它现在呢又厚又小，它怎么都不像一个母鸡头。我们要稍微给它变一下它这个宽度，然后让它变得宽一点、薄一点，然后呢再调整它造型。那么同学们从上到下给它压一下一边压一边注意它这个宽度一边压一边注意它这个宽度的话呢，大概也是
下面最宽这个地方大概也是3厘米左右，上面不小心压宽了没有关系，一会儿呢我们还给它再进行2次的一个塑形，就我们先整体给它压扁，压扁说注意它下面这个部位呢大概是3厘米左右。好，我们现在呢可以拿到我们刚才做好身体给它比对一下，把我们这个鸡头放到上面比对一下，看看这个大小是否合适。它如果长了的话呢，我们还需要给它裁剪一下老师压完之后呢，它其实是有一点点长了，因为它压完之后土它会变大，所以呢我们现在需要用剪刀用剪刀把它的下半部分给它裁剪一下，裁剪多少呢？因人而异如果同学就是说我们看到3厘米，同学切割板上3厘米这个高度嘛，我们在3厘米这个位置给它裁剪一下如果同学压完之后刚好在3厘米，那么恭喜你，你就不用裁剪了你可以稍微省一下事，就给它稍等一下如果同学就是说你正好是4厘米或5厘米，你就看一下你的比例，给它裁剪一下就 OK 了。好，我们裁剪完之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个长度放上去是否合适。现在的话呢，它这个长度放上去的话就还好还行不会说特别的长但是呢但是一会儿我们还要做一下它这个羽毛，它这个羽毛的话呢，注意观察，它这个羽毛的话呢是前面比较长，后面比较短，那么我们还需要给它做一下造型，就再裁剪一下，再裁剪的时候呢，不要裁剪它前面了，我们把它的后半部分斜着给它裁剪一下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头部的这个毛就会有一点点前长后短的感觉，有一点造型，但最长这个部分呢也是3厘米。好。这个比例的话呢就非常合适了现在它的长度和宽度是非常 OK 的。现在它还有哪个比例不太合适呢？它是不是头部的上半部分有点太鼓了呀，太宽了呀，而且中间这个位置也太鼓了，像一个球体一样，就不太符合母鸡造型。母鸡的造型呢，它应该是整个头部的中间这个位置往里面凹进去。它为什么要凹进去呢？因为这个位置是有结构的像这个母鸡它是有这个鸡嘴长到这里的，中间这个位置呢它也不会长很多毛发，因为它有个眼睛这个结构我们了解了之后呢，就要知道我们现在要把整个母鸡头部呢中间这个位置往里面挤。好，同学们用左右的2根这个中指把它往里面推，大概推多少呢？左右两边大概各推0.5厘米，0.5就推一点就行了不用推特别多给推一推。好，推完之后呢，我们给它拿起来老师切一下小镜头让同学们看得清晰一些。你看我推完之后呢，其实这个造型有一点点不太自然，因为我推完之后它会有这个痕迹。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用手给它这个边缘给它抚摸一下，你看我抚摸完之后，它这个痕迹就有一点不那么明显了，对不对？好，那就上下左右的给它这个痕迹给它摸一摸好摸完之后就好了。好，然后呢我们先摸的是右边，然后呢左边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方式给它抚摸一下这个边边的这个痕迹。像我们做装饰画呢，你做每一步的这个细节呀，你都要给它注意一下，每一个边缘呢都要给它处理好，这样你有整个完成的作品才会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整齐。好了，现在老师这个头部的话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把这个左右两边不仅凹进去，还给它摸一摸摸一摸。好，现在呢我给它放到我们这个脑袋上看一下这个比例大小现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呢我们要做一步非常关键的一个装饰性效果了就是这个母鸡这个头部呢，它这个刚才老师也讲了，它是会有一圈这个长长的羽毛，是不是？这个羽毛的话呢，我们也需要用这个粘土给它做出来这个造型。现在呢，它这个边呀是一条斜线，对不对？一边长一边短，这个往上倾斜斜线，它是没有造型的。我们要把这个造型给做出来建议同学们拿出我们这个压痕刀工具如果压痕刀工具没有的同学或者是不太方便的同学，我们可以用这个刀片也是可以的这两个工具的效果呢，都是因为它们有这个非常尖的这个薄片，我们需要用一下然后现在呢，我们需要怎么压这个羽毛呢？把这个母鸡头竖过来，然后另一只手呢拿着我们的刀片或者压痕刀，每间隔大概老师看一下0.5厘米的位置给它压一下，往里面压大概3到4，你看第一个羽毛就间隔这个边线大概0.5的时候，往里面大概压一小下。这个羽毛呢不用压特别长你大概就是往里面压一个也是0.5左右这个长度，基本上就可以了。毕竟它的羽毛不可能像尾巴一样那么长，对吧？好同学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呢，再给它压第二片。第二片的话呢也是间隔大概0.5好，然后再压第3片这一步的话呢非常简单同学们就
拿着自己这个母鸡的头部，然后一点点压就可以了啊。它整个头部的这个边边呢，大概压个4、5个、5、6个左右，基本上就可以压满了啊。好，你压完之后呢，如果有些痕迹感觉不太自然，你压完之后还可以用手指给它抚平一下。好啊，现在这一步的话呢，这个头部的边边呢我已经压好了，然后这个镜头有点不太聚焦，稍等一下啊，我等它稍微聚焦一点。好，聚焦之后呢，我们可以放到我们这个身体上啊，看一下头和身体这个比例啊。很多同学头和身体的比例可能会有点不太协调啊。一般母鸡头的话呢，大概占到它身体的，就是说一半多一点点就可以了啊，就它身体的一半稍微多一点点就可以了啊。你不要占的就是说特别大的一个面积，就不太合适了。好。母鸡的头部呢，老师这一步已经做好了，然后看一下啊，老师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个第2步这个知识点啊，就是我们母鸡头部知识点。首先呢，我们要先做一个上窄下宽的水滴形，因为它下面呢是要有羽毛结构的啊。第2步呢，要把它左右两边往里面凹怼进去，怼进去之后呢，抚平一下边缘啊。老师鸡头大概有多厚？这个鸡头的厚度的话呢，其实跟身体差不多的。大概是1厘米左右一个厚度就可以了，稍微少一点也没有关系啊。但是你不要就是说大于1厘米，大于1厘米可能就有点太厚了，你要再压一压啊。正常情况下就是1厘米左右，或者是0.8、0.9就可以了啊。老师这个大概就是个1厘米左右的宽度。好同学这一步做完的话呢，可以在当前扣个1啊。老师这个头部的话呢，给帮同学们总结了一下我们这个知识点啊，同学们一个注意事项两边凹进去之后呢，一定要用手指抚平，然后就下面这个羽毛的间隔大概是0.5。好，有什么问题的话，在这一步同学们也可以进行个小小的答疑，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老师看到这个西西公主同学说可以用剪刀剪吗？可以用剪刀剪的，但是你剪完之后呢，它这个边边可能就不是一个弧线，你可能要进行一个2次的处理，会稍微麻烦一点点啊。如果同学没有压痕刀的话，你用刀片也是可以的。好，这一步的母鸡头部同学们做完之后呢，我们开始做下一步啊。下一步的话呢，就是做这个母鸡的这个翅膀了啊。同学们看到步骤图也应该了解到它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它这个翅膀非常华丽的一个大翅膀已经来了啊。为什么说这个翅膀非常华丽呢？它是我们这节课教学重点啊。这个翅膀看起来很漂亮，其实是不是很好做的啊？它要经过好几层颜色的一个处理，还有个渐变。然后呢，同学们拿出浅咖啡色的这个粘土这个母鸡的翅膀呢，老师选用了浅咖啡色。老师取土和揉土这个阶段呢，也提醒一下同学们如果同学们这咖啡色正好是这种浅咖啡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是这种深咖啡色的话呢，你最好就是说给它就揉土的时候顺便给它大概加一个2厘米左右的白，1到2厘米左右的白，给它调浅一点不要特别深。如果你的咖啡色像这个树叶一样深的话，你给它加1到2厘米的白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咖啡色的粘土，我们取土的话呢，我们是先按照最下面这一个叶片的这个取土量取土同学们大概拿出就是3厘米左右的这个粘土就可以了。2.5的话，老师觉得稍微有点少，同学们拿3厘米左右这个咖啡色粘土就可以了大概这么大，再揪一点。老师用的什么土？这个土的话呢，老师的话呢，其实我用的这个牌子并不是特别的固定基本上市面上售的7到15块钱这个区间100克这个土我基本上都有用过，像什么小戈比呀、韩国土精灵土巨象土呀，什么手办专业土，各种各样都用过，我感觉用起来都差不多。你要做人物的话呢，你最好是用小戈比韩国土，但是你像做这种小动物的话呢，它其实对土要求不是很高，你就用巨象土其实就可以了。老师用这个土呢叫精灵土，大概也是市售大概是7、8块钱左右的也不是特别的贵，就是它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小人物或者是小动物的话是完全 OK 的。好。千万注意，一定要是浅咖啡色。你要是用了深咖啡色，一会儿这个渐变涂不上去，你到时候交作业问我，老师，我这个渐变好不明显这是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底色太深了，那么你涂再多渐变，它肯定看不清对不对？好，一定要浅咖啡色3厘米我看一下我这个土
我怎么感觉我这个3厘米有点缩水呢？我再揪一点啊，可以稍微大一点，但是不能太小了。好，我再取一个大概1厘米左右，就给它加进去。好，然后呢，我们取完这个咖啡色粘土的第一步呢，还是先给它戳成一个圆球，先给它做一个基本型的一个处理。然后这一步呢，可以让同学们观察一下我们这个翅膀刚才让同学们观察一下我们这个身体，这一步呢，同学们观察一下我们这个翅膀。同学觉得这个翅膀像什么形状？我们要先给它做成什么形状？提醒你们可以，比如说同学们觉得它像这个它像梯形吗？还是像一个扇子的形状还是像一个水滴还是像一个花瓣呢？同学们观察一下我们这个翅膀它像什么形？这样的话，一会儿我们在制作的时候也会牢记住它的特征，这样的形状的话呢，也会记得做的相应的准确一些。老师看到西西公主说像梯形，然后来一同学说像扇子形，这两位同学回答都非常的正确梯形的话呢，它上面这个翅膀确实很像梯形，上窄下宽，对不对？像扇形的话呢，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边边是一条弧线也是一边窄一边宽的确实也很像个扇子形老师的话呢就给大家统一一下，我们给它做成一个扇形就可以了。还有同学说像香蕉形，香蕉形的话呢也是正确的，它确实很像个香蕉，只不过呢这个香蕉应该不是那种很瘦的香蕉，是一个发育的，就是说很好的吃了很多营养那种很胖的那种香蕉，就比较宽的那种香蕉。如果同学们给它做成香蕉形的话，一定要做宽一点好，我们就开始给它变形了给它变成这种扇子形。怎么变呢？我们已经观察出来它这个扇子形特征，它是底部的话呢会窄一点，越往下呢是比较宽，然后边边呢是一条弧线。好，我们现在呢先给它做成一边尖一边宽，还是老规矩，倾斜30度进行一个揉搓，一边揉搓一边改变它的长度我们母鸡的这个翅膀这个长度的话呢，同学们观察一下，它不可能跟我们身体一样长吧，对不对？它翅膀要比身体短的，它这个翅膀的长度呢，正常情况下是在大概是在这个5厘米5到6厘米之间，同学们做6厘米左右就够用了同学们做6厘米左右的这个长度的这个长条。好，现在呢我已经给它变成了一边尖一边宽的这种长条了最宽的这一边呢是在2厘米，最窄这边呢是在1厘米，长度的话呢是在6厘米同学们看一下自己的比例是否合适只要相差不要太大其实就可以了不要说我做一个6厘米你做成8厘米9厘米的有点夸张了。如果我做6厘米你做个5.5的话呢，其实相差不是很大，我们一会儿再做造型的话呢，改变一下它的宽度长度就没事了就可以直接用了。好，然后这一步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给它变造型首先呢它现在是一个非常僵硬的一个水滴形，我们要给它变成一条弧线，因为我们的翅膀的这个弧度呢，它要跟这个身体要有一个贴合，我们身体的话是弯弯的，那个翅膀放上去的话它也要这样弯弯的，对不对？我们要给它变一下造型变造型之前呢，我们可以先处理一下它这个2个尖尖首先呢，它下面的这个水滴是比较圆润的，但实际上我们需要的并不是特别圆润，因为它到它最下面这个位置，就翅膀尖的时候呢，它这个羽毛呢叫做飞羽，好像是飞羽，它这个羽毛是比较长比较尖的，所以呢我们要在它最底端这个位置给它弄一个尖尖最好不要用压泥板搓，因为压泥板搓这个尖太长了，我们需要个小尖尖，我们用手呢在它的左右上下这样捏捏捏，给它稍微捏尖一点，长度的话呢保证在1厘米左右其实长度的话呢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它根本就没有变长很多，只不过变尖了一点。我们把它的这个最后这个部分给它捏捏捏，上半部分给它捏尖尖捏成这个形状这个形状的话呢基本上就比较符合我们需要这个翅膀形状了。然后下一步的话呢给它变弯因为你现在直接给它做出厚度之后再给它掰弯的话，它其实是不是很好掰弯的。然后呢我们要给它先掰弯然后再做厚度掰弯的话呢同学们就跟刚才做身体一样，左右两边给它往上凹中间这个位置给它往下压，压的话呢你们就用其中一根手指这样压压压就好了给它弯的像一根香蕉这种形状就可以了好，这一步的话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同学们这一步的话呢给它掰弯不要弯特别多，不要弯的像一个微笑的一个嘴的形状，那就有点夸张，稍微弯一点就行了。你一边弯可以一边看一下你已经做好这个母鸡身体这个弯度跟它这个弯度差不多就行了好，
然后这一步的话呢，我们开始压它的宽度。这一步的话呢，非常非常重要，老师可以稍微停顿一下，压慢一点啊，我怕你们一下子压太大了，然后一会儿修剪的话有点麻烦。我们压的话呢，因为这个亚克力板它是透明的，我一边压一边可以看它宽度。同学们最好给它放到我们这个有刻度的这个板子上，然后呢，它现在的宽度的话呢，刚才老师也说了，最宽这个点是2厘米。我们压完之后呢，它这个宽度基本上是在3.5左右啊，3.5左右这个宽度。好，同学们就慢慢压啊，一边压一边看一下宽度，别宽度超了，也别宽度不够。因为板子压的话呢，它可能受力有点不太均匀。我们压完中间之后，左右两边你看一下，如果这边比较窄，你可以再压一压啊。如果这边宽度不够，你可以这边再压一压啊。好，压完之后我们再拿起来，因为我们翅膀取土的时候呢，取的土大概就在3厘米左右，它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压完之后，它这个厚度的话呢也是很薄的，没有它这个身体那么厚，这也是正常现象。一般母鸡的话呢，它翅膀是要薄一点。好，它这个厚度的话呢，大概是0.5左右啊。我放到板上给同学们看一下，大概是占半个格子的一个厚度啊。同学们看一下这里的厚度是否合适啊？别太厚了就行，你不要跟身体一样厚，其实就行。比如说0.5、0.6，其实它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给它压扁之后，遇到另一个问题，就压扁了之后呢，它中间这个弯就不怎么弯了，这是很正常现象。因为我们压扁的话呢，它是全面都会变宽，所以它上面这个弯就不怎么弯了。那我们还是不能就说不管它，对不对？我们要用手呢，在它中间这个位置给它凹一凹，让它变弯一点，不然一会儿你贴到身体上，它就会不贴合啊，它就会不是很好看。一条直线在身体上就不好看，所以呢，我们要再把这个弯的地方，给它弯一弯，弯一弯。然后这个尖尖的话呢，因为羽毛的话呢，注意观察，每一根羽毛它都是弧线型的。上面这个尖尖的话呢，我们只需要它有一个长度，它这个尖的话呢，其实不需要这么尖，我们可以用手给它往里面怼一怼啊，给它过渡的稍微圆润一点点。好，然后翅膀的话呢，我们现在给它做一下边缘啊，它翅膀这个边边呢有点厚啊，跟中间是一样的厚度。我们现在就像处理这个身体一样，把它这个边边给它捏薄一点，捏扁一点点啊，也可以用压泥板，但老师这一步没有让你们用压泥板，原因呢是因为这个翅膀它比较小，我怕你们压一下子面积压太多了啊，你把整个身体就给它压得更扁更宽了，这就有点这有一点不太合适了啊，所以呢，我们用手指给它这个边边全部给它捏一下，一会儿我们修剪的话也比较好修剪。好，这是我们的第一层翅膀啊，已经 OK 了啊。好，现在我们可以放到它这个身体上啊，就是比一下啊，这个是先不用粘贴啊，我们只是比一下啊。这是它的母鸡头，这个位置其实一会儿还要剪掉的，但现在没有必要剪，我们只是先放一下啊。这个是它第一层翅膀啊，这是它的这个头。我们先看一下它大小比例的话是否合适啊。如果同学们做的稍微有点大有点小的话呢，这一步可以修改。老师觉得我这个翅膀的话长短比例还是可以的，但是宽度的话还是有一点宽啊，有一点宽。我不知道同学们这个宽度的话是否跟老师一样，有点宽可能是因为压的时候压的有点太扁了。那么我们就把它的上半部分再往中间捏一捏啊，往中间捏一捏，给它稍微捏扁一点点啊就可以了啊。这是一个在粘土没干之前呢，我们就可以调整一下。好，稍微捏扁一点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再看一下这个宽度是否合适啊。正常的话呢，它上下两边都要比身体大概窄个1厘米左右啊，窄个1厘米左右，但也不是绝对的啊。毕竟上半部分靠近背部的话呢，可能要离得近一点啊。老师捏完之后呢，这个宽窄程度是非常合适的。然后现在给同学们报一下尺寸。现在老师这个第一层翅膀的整体的宽度呢，它最宽的这个位置啊，最宽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在3.5厘米左右，左右两边呢大概是在2厘米左右，然后慢慢变窄啊。同学们看一下这个比例，整体的长度的话呢，大概是在5厘米。4.5到5厘米之间啊，这个长度，同学们按照它这个长宽比例自己稍微修改一下啊。修改完了之后呢，放到我们身体上看一下是否合适，不合适的话呢，再进行一个2次的修改。好，这一步同学们都没有问题吧？有问题同学可以发出来啊。这一步同学们这个翅膀有没有做完呢？这个小翅膀做完，同学可以在当前扣个1啊。老师也总结一下知识点啊，总结一下，我们这个翅膀需要注意的话呢，就需要注意翅膀整体的这个形态要跟身体的形态相符合。边缘的话呢，一定要用手轻轻的给它捏薄一些啊。翅膀整体的造型呢是中间宽两边窄的这种长长的这种小扇形
好，同学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进行下一步啊。这一步的话呢，这个位置实在是有点太烦人了，我们先随便给它切一刀啊。切的话呢，找到我们下面这个尖啊，再找到我们上面这个尖啊，就是说上面只裁剪一点点，你不要裁剪太多了啊，不要让两个边边都一样长。我们裁剪的话呢，距离它下面这个尖尖大概往上1厘米这个位置给它先裁剪一下。我裁剪一下呢，其实是为了我拿手好拿一点，不然太长了不好拿。实际上呢，我们最后要裁剪的时候，要根据母鸡头部还有这个围巾来裁剪的。我现在只稍微裁剪一下，给同学们说一下，解释一下。你们如果上面不长的话，也可以不用裁剪。现在呢，因为粘土还没有干，还是比较好做造型的。我给同学们放大一下小镜头，让同学们看一下它翅膀的一个造型，然后我们做一下造型。首先呢，这个母鸡翅膀可能第二层你们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晰，但是呢，第二层的造型主要是在下半部分边缘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它是有羽毛的，看到没有？1根、2根、3根、4根，就是它这一排全是羽毛，而且呢，它这个羽毛为什么像羽毛？为什么会有羽毛这个特征呢？那是因为羽毛它是不是一种边边是这种圆润的、细长这种条状，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把它边边全部做成这种细长这种条状。我们观察完之后就开始制作吧。好，怎么样做出这种细长的条状呢？同学们拿出这个工具压痕刀工具。拿完了之后呢，我们顺着这个形状顺着这个翅膀的边边这个形状给它划一些弧线。划的时候下笔一定要稍微稳一点你不要划一条模糊不清的，一会儿再给它重复一遍那么整个面就毁了好。现在呢，它上半部分是一条弧线，对不对？我们先从上往下压在距离它这个边边大概1厘米这个位置1厘米左右这个位置长度的话呢，大概就是3厘米左右也没有3厘米，就是2厘米左右2厘米左右，从这个点到它这个边，顺着它上半部分这个边的弧线一模一样这个弧线，给它划一条弧线好，给它划一条弧线。要稍微稳一点你就一笔划下来就行了，你不要划来划去。好，然后再距离这个弧线大概0.8、0.9，就大概是1厘米左右位置。第二条弧线就是你每一条弧线划的时候呢，你不要跟这个弧线完全一样这个形状，你要是完全一样的比例，你最后划完之后它全部都是这种横线了。我们要成这种放射状的。那么如果是放射状的话呢，它肯定会上窄下宽，所以第二条弧线跟上一条弧线相比的话呢，它这个弧线角度稍微往下倾斜一点好，我们大概距离它大概是0.7、0.8这个位置再划一条。好，只要划一条行了。好，划第2条也划完了，第3条，然后第4条然后第5条正常的话，它这个一边要全长羽毛的话呢，大概它应该是有个5到6片这个羽毛。好，画完了同学们划成这个形状就可以了因为上面这一半呢，一会儿会被第2层翅膀给盖住，我们最终只露出来下面这个边我们只要处理这个边就可以了。同学这一步划完了之后呢，我们要给它剪出这种羽毛这种形状现在呢，我们用剪刀顺着我们刚才划好这个痕迹，左右两边各剪一下，剪出这种三角形，然后呢，再把这个三角呢给它拽掉。拽掉之后呢，它肯定会产生毛边这个是很正常现象，这跟粘土这个粘性有关，这个是无可避免的。这个很正常现象有毛边之后呢，我们用压痕刀给它轻轻的给它按一按，它这个毛边就没有了。然后呢，我们要把它这个羽毛呢，刚才老师也讲了，它的特点是一个圆润的形状。我们要用手在我们剪好这个羽毛之后呢，用左右两边给它捏一捏，捏完之后你看它不就变成个羽毛的形状吗？是不是非常简单？好，然后呢，同学们就开始复制粘贴模式开始。复制粘贴模式呢，就是说我们每一步呢重复一样的动作，这样同学也可以稍微加快下速度，因为都是一样的。然后呢，还是在第二根羽毛跟第3根羽毛衔接，就我们刚才压好这个缝的时候呢，剪出一个小三角。三角长度的话呢，一般情况剪个1到1.5就可以了，不用剪特别长剪完之后呢，可以用压痕刀处理一下毛边，然后把我们这个羽毛左右两边捏一捏，捏一捏它就变圆了。好，再处理第3根这老师也开始了复制粘贴模式这一步的话呢也比较简单同学们的话呢我们
先看一下老师第一跟前2根羽毛一个方法之后呢，其实自己在制作的时候呢就可以加快下速度了有些羽毛它比较宽，它可能我们左右两边剪成三角形之后呢，它还是不圆润，对不对？我们还可以再剪一下，左右两边再剪一下，然后再用手轻轻的抚摸它它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圆润的这种感觉。好，然后呢再顺着这个方式剪第4根。老师一边剪羽毛呢，一边给同学们答一下疑同学们在剪羽毛或者是做翅膀这个造型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羽毛剪着剪着不小心剪宽了或者是剪完之后这个毛边处理不好同学们遇到一些小的情况呢，也可以发出来如果没有遇到什么情况的话呢，同学们就稍微加快下速度，把这个羽毛给它全部剪完。好。刚才老师也讲了，我们左右两边剪成小三角形之后呢，有的时候它可能还是不圆润，因为它这个翅膀羽毛呢它是上窄下宽的，它下面这个位置太宽了，所以呢我们剪出2个小三角之后呢，还可以在左右两边再倾斜的剪一下让这个羽毛这个椭圆形呢更圆润一点现在这个粘土还是比较柔软的，你还是很好把它变成一个圆润的形状。如果这个粘土干了之后呢，你就没办法变了，所以老师现在呢也不得不加快一下速度了，我怕它干掉了。好老师现在已经剪到第5根了吧？第5根，同学们也可以稍微加快一下自己的速度剪出一个小三角，然后左右两边捏一下，它就会变成一个椭圆形。毛边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处理像我们做这个粘土手工最忌讳的就是毛边你看你的作品有些同学这个作品颜色呢也非常的漂亮，比例呢也非常的合适。要知道这个比例可是非常难掌握的。同学呢把这些最难这些点都已经掌握的很好了，但是呢他可能就败在细节上。他这个作品一看他的头发出现个毛边，或者是他做这个小动物的身体或者衣服很好看，但仔细一看又发现个毛边，那么它整个作品呢看起来就比较粗糙没有什么美感都是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好，我剪最后一根羽毛了最后一根羽毛左右两边剪成个小三角。剪出小三角之后呢，我用这个工具处理一下毛边，然后呢再用手给它捏一下。然后老师这个翅膀的话已经处理完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可以处理它的第2层翅膀了。第2层翅膀处理的话就简单多了，因为我们第1层同学们已经掌握了一遍这样的方法，第2层的方法跟它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做起来更得心应手一些。好，老师收拾一下这个桌面同时也等一下大家大家先把这个羽毛给它剪一下数量的话呢不给同学们固定正常情况下的话呢应该是有一个5到6片羽毛是比较合适的，同学们做到这个数量就可以5到6片。老师先喝一口水，等一下大家大家修剪一下自己的羽毛。好老师这一片第1片这个翅膀的羽毛呢已经全部剪好了我切换一下这个大镜头给同学们看一下，然后呢我再把我修剪好这个羽毛呢给它放到我们这个身体上看一下这个比例是否合适。一会儿的话呢这一半肯定要裁剪到的裁剪一下的，但现在没有必要裁剪给同学们看一下好，我们第1层这个翅膀同学们都做好了吗？做好同学可以跟老师互动一下可以说一下已经做好了，我们就做第2片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做第2片羽毛，然后知识点总结的话呢，我们等到第2片羽毛做完之后给同学们一起总结一下现在我们就抓紧时间做第2片，因为它这个羽毛呢也等稍微干一点之后才能上色粉，所以呢我们可以抓紧一下时间。第1片羽毛的话同学已经做完了，可以发一个1老师看一下大部分同学这个进度有些同学没有在做的话呢，只是来看的话呢就不太方便做的话呢，也可以说一下自己在观看的过程中有没有看懂这一步看懂了也可以发一个1好的老师您看到了好，我们来做第2片羽毛。第2片羽毛这个取土量呢跟第1片比它要稍微的小一点点，对不对？
稍微小一点点。第一片羽毛我们取了一个3厘米啊，第二片羽毛呢我们取个2.5就可以啊，2.5左右直径的这个圆球，给同学们比一下啊，2.5这么大。取出来的粘土呢，第一步同学们还是先用手给它轻轻的揉一下，把里面这个气泡呢给它排干净。欢迎天心499同学，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同学。新进直播间的同学呢，可以跟着老师现在的步骤听一下啊，记一下，然后呢，到时候可以跟着回放做一下啊。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2.5厘米的这个直径的这个粘土呢揉好之后，还是按老规矩啊，这两个翅膀是一样大一样的一个造型，就是比例大小一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开启了复制粘贴的模式啊。好，第一步还是先给它变成一个扇形，也可以香蕉也行哈，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扇形。长度的话呢，它是没有那么长的，长度的话大概是在4厘米左右啊。同学们做一个4厘米左右一个长度，最宽这个点呢还是2厘米，最窄这个点呢还是1厘米啊。然后呢，还是老规矩，它最宽这个点我们用手给它捏的稍微尖一点啊，毕竟它像一个香蕉嘛，我们要给它弄得稍微尖一点，一会儿我们做羽毛的话呢会比较方便。好，左右两边都尖尖了之后呢，然后呢我们开始给它做宽度啊，它这个宽度和厚度要一起做，因为我们压它的时候呢，它同时会变宽，而且厚度也会变薄。好，我们从上往下直接开始压啊。这个尖尖的话呢，同学们不要纠结太久，就捏2到3下，稍微尖一点就可以了啊。好，一边压的话呢，一边注意它这个宽度啊。刚刚我们第一层这个翅膀的宽度也给同学们讲了啊，大概是在3.5左右。那么第二层翅膀这个宽度呢，它最宽这个点其实就它下半部分其实也是在3.5左右，因为它是第一层覆盖第二层，所以我们压的时候呢，下面这个部分其实也可以压到大概3厘米左右宽度就可以了。好，我们就开始直接压啊。好，压完之后呢，再给它拿起来。厚度的话呢，正常情况下它是比较薄的，没有那么厚的，大概是在大概是在0.4、0.5这个厚度，就半厘米这个厚度就可以啊。老师已经压完了，压完之后呢，其实它这个形状还是不太像的，因为呢，它整体呢我没有给它做造型，现在给它做一下造型啊。它第二层呢肯定是覆盖到这里，对不对？它现在这个形状有点不太对啊。为什么不太对呢？因为它太直了，太僵硬了，我们给它弯一点啊。现在可以用手啊，在它的中间这个位置啊，给它掰弯啊。这个掰弯的话，同学们应该比较熟悉的，因为这节课的话呢，我们用到了很多部位都用到了掰弯这个技巧，比如说这个母鸡的身体啊，母鸡的第一层翅膀啊，母鸡的第二层翅膀，就现在这个部位，我们给它中间这个位置往里面凹，两边呢给它往上翘，就给它掰弯啊，掰的弯一点。好，掰弯了之后呢，它掰弯这个地方肯定会有点厚的，然后我们用手稍微给它捏一下，过渡一下啊。过渡完之后呢，现在把我们的第二层翅膀轻轻的贴到第一层翅膀的这个部位贴的时候呢，要注意它第二层翅膀跟第一层翅膀之间这个间距的话呢，大概是在1.5厘米左右，它会露出来这么多所以我们贴的时候呢就给它间距大概是在1.5厘米左右，然后上面这个部分呢，可以轻轻的给它剪掉一截这个不是最终的裁剪，只不过我们为了制作方便，先给它裁剪一部分，最后我们要拼贴的时候还要再裁剪一下的。好，裁剪完之后呢，感觉它的下半部分宽度还是非常 OK 的，但是上半部分的话呢，有一点点宽，我们可以用剪刀呢，把它上半部分的这个侧边给它稍微修剪一下然后再放上去比一下好，再比一下的话呢，我们看一下两层翅膀的最上半部分的长和宽基本上保持一致了，就像老师现在这个样子，基本上就 OK 了到时候我们给它组装的话呢，它就会显得比较协调。然后我们就开始做它第二层翅膀。现在第二层翅膀这个比例的话呢，老师裁剪完之后给同学们汇报一下让同学们也可以跟着这老师这个尺寸，然后进行一个就是裁剪。如果尺寸跟老师一样的话呢，就可以不用给它进行修剪了。它第二层这个尺寸，它整体的这个长度的话呢，大概是在3厘米左右，总长3厘米。然后呢，它整体的这个宽度的话呢，是在4厘米左右。然后呢，它的形状造型的话也是
中间和下半部分比较宽，上半部分比较窄啊，它是这个形状。好，然后呢，我们还要像刚才的第一层翅膀这样，然后给它划一些这个纹路上去啊。划纹路的时候呢，老师可以稍微把我们这个镜头调大一点点啊，就不切小镜头了，因为切小镜头它那个小镜头是倾斜的，给同学们进行一个视频的展示的，就没有这种从上往下照起来这么直观，所以老师呢就给它放大，让同学们看一下。然后第二层翅膀，我们在划上这个纹路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个纹路可能要划的稍微长一点，因为第二层翅膀它是从上到下完全暴露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所以同学们划这个纹路的话呢，手可能要稍微稳一点。首先呢，还是从上往下划第一根，第一根的话呢，大概是最上面这个边边啊，距离它大概0.7、0.6、0.7左右这个位置啊。长度的话呢，在距离边线大概是2.5厘米，就在2厘米左右这个位置，稍微长一点没关系，稍微长一点更好啊。好，给它划一下，划的时候不要用直线啊，看老师的这个手啊，同学可以先看第一根，然后再做，划成一个弧线。好，这就第一根，然后老师等一下大家啊，把这第一根给它划一下啊。划的时候一定要稳啊，你不要划第一根，划的就是说，力度很不稳，然后划到一半断掉，然后你再继续划，这样的话呢，它这个线条是不太好看的。然后我们划完第一根之后呢，接下来划第二根啊。第二根的话呢，也是距离这个大概是0.5左右，不要距离那么宽了，0.5左右，因为它下面的位置是越来越宽的。继续划，第二根的这个弧度跟第一根弧度比，它会稍微往下一点点啊，因为它整体呈这种放射状的。好，这是第二根，然后呢，我们开始给它划第三根啊。第三根的话呢，也是距离第二根大概0.5左右这个位置啊，往下划，划一下。好，然后呢，再划第四根啊，第四根的话也是距离大概0.5左右。然后呢，划第五根，它第二层的话呢，羽毛大概长一个5片左右的羽毛，其实就非常足够了。好，然后的话呢，我们现在开始给它修剪一下每个羽毛的这个形状啊。在没修剪之前呢，它可能就是方形，修剪之后呢，就跟我们刚才做第一层一样，就是每一片羽毛就非常的饱满了啊。好，然后呢，我们把先从第一根羽毛开始修剪，第一根羽毛的话呢，也是在我们刚才剪完这个痕迹的位置，左右两边各剪一个小三角小三角长度的话呢，大概是在1厘米左右。剪完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毛边呀，用我们的这个压痕刀工具轻轻的给它抚平一下。剪完之后呢，我们这个羽毛它并不是非常的这个圆润，对不对？有点尖，我们也可以修剪一下用剪刀修剪一下，然后再用手给它捏一捏。给它捏的圆润一些。好，这是第一根羽毛一个处理，然后呢，同学们再开始那个复制的一个模式复制第一根羽毛这个方法，然后呢，现在可以稍微加快一下速度，把它的第二根第三根羽毛全部给它制作出来。同样的方法，先剪一个小三角，看有没有毛边有毛边是非常正常的，这个粘土它是比较粘的。好，剪出小三角之后呢，处理完毛边之后呢，还是用老规矩把它的这个羽毛呢，给它用剪刀剪成一个弧度，然后再用手给它捏一下，捏的边边呢更加圆润一些。好，然后再做第三根注意同学们剪的话呢，一定要按照老师刚才用压痕刀压了这个纹路上去剪你们不要就从别的地方开始剪了，这样我们压它这个纹路就没有什么必要了我们压这个纹路呢，就是为这个羽毛它这个缝隙压出来这个纹路这个毛边的话呢，一定要给它处理好，不然的话这个毛边就非常影响美观的同学们剪完之后呢，一定要用手指在这个羽毛左右两边捏一捏，你不捏的话，它就不会出现这种圆润的效果。老师这边呢，可以适当减缓一下自己的这个速度等一等大家。好，
然后呢，我现在已经开始做第4根了。第4根的方法呢，也是先给它剪一个小三角，然后呢，边边这个位置给它剪成一个弧度。剪出弧度之后呢，然后把我们这个羽毛圆圆的这个形状用剪刀给它塑造一下。好，已经剪到第5根了哦。它第一层翅膀的话呢，羽毛它没有那么多的，大概就5根左右就行了啊，5到6根，不要剪特别多。你剪特别多的话呢，它是没有必要的啊。好，差最后一根羽毛，最后一根羽毛就是这个边边上这个小羽毛，也可以稍微处理一下，给它带一下。好，然后呢，我们用压痕刀给它压一下，处理一下它每一片羽毛接缝的这个痕迹，可以给它处理一下。好，我第2层这个羽毛已经做好了哦。方法的话呢，是跟我们第1层羽毛也是一样的方法。然后的话呢，我可以把我们这个第2层羽毛放到第1层羽毛上面，然后跟它们放到一起，看一下它这个比例大小包括它这个长度是否合适。好。然后呢，再把我们这个母鸡的头放上去，然后自己看一下，对比一下。老师这一层羽毛已经全部做完了，现在老师开始总结一下我们这层羽毛的一个知识点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先做出一个扇形，对不对？做出扇形之后呢，我们要来把每一个这个羽毛给它分割一下，就是用压痕刀把每一个羽毛这个缝隙和长度、宽度呢，给它区分一下，用压痕刀划出一条条这个弧线。划出一条条弧线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修剪每一根羽毛这个缝隙。我们把它最下边呢剪出个小三角，然后用压痕刀给它修剪一下它这个毛边，最后再用手呢捏出这种羽毛圆润的这种感觉，然后就可以了好，做到这一步的话呢，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呢，我们母鸡的头包括翅膀呢都已经做完了就差上色了。上色的话呢，我们稍后就可以上色了这一步同学如果做完的话呢，可以在屏幕跟老师说一下自己已经做完了。做完的话呢，也提醒一下同学们，我们这一步做完，同学呢，就可以去拿一下我们的丙烯颜料拿丙烯颜料。没有做完同学呢，再把我们这个翅膀稍微加快一下速度老师这边呢也开始准备一下我们这个丙烯颜料。然后做完同学可以听一下老师我们要准备什么样的工具先拿出我们这个颜料丙烯颜料。那么同时呢，用颜料的话呢，就需要用到这个勾线笔了，对不对建议同学们拿这种比较细的这种勾线笔老师用的呢就是这种最细的这种勾线笔就最细型号的，一般是用这个谢德堂的会比较好，用那个5个0的00000。那么你有勾线笔有丙烯颜料的话呢，同时还需要用到什么呢用到这个清水，对不对？你要给它洗笔换颜色发光星同学说母鸡的头和羽毛好高是什么意思？你是说很厚吗？还是因为老师还没有拼贴如果老师已经贴了，你说你贴高了，我就是觉得你可能是贴高了。你又说很高是什么意思呢？同学可以具体描述一下自己的问题。如果是做的太厚的话呢，趁粘土没有干，还可以多压一压。压完之后呢，或者你可以就是说太宽的话呢，可以在边边给它稍微修剪一下，用手抚平一下毛边现在都是来得及修改的基本上都会出现很厚的这种形状如果我觉得同学应该是做的太厚了，覆盖不上覆盖不上也很正常覆盖不上很正常因为老师现在也覆盖不上因为我们的这个头并不是盖到我们这个翅膀上的同学可以看一下这个案例可能我还没有拼装，你们可能对这个拼装不太很了解。首先呢，我们这个头它是覆盖到这个身体上的，盖住一部分，但是呢，翅膀的话呢，一会儿我们要把这个位置全部给它切掉切掉之后呢，用这个围巾挡一下这个接缝。翅膀的话呢是不用覆盖的，所以翅膀哪怕做的很厚，稍微厚一点也没有关系，它不会影响的这个身体的话呢，老师已经让你们把上半部分给它捏扁了，捏扁的话呢，其实就已经很好的进行粘贴了同学这个问题的话呢，不用担心你说厚一点没有关系，不影响这个覆盖的不用担心建议这位同学呢，现在先准备一下我们的丙烯颜料，跟着老师一起绘画一下那个翅膀上的高光和纹路。好了，
老师这个工具材料已经准备好了啊，这边做完同学呢也可以给它拿出来，先拿到我们的第一根这个翅膀老师把镜头稍微的给调小一点点，我都快看不清我这个案例了。好，然后呢拿到我们的第一片翅膀，首先我们观察一下翅膀上这个纹路啊，翅膀它是有这个纹理的，就是像我们平常这个除了母鸡还有其他一个鸟类，比如说什么喜鹊，对不对包括最平常这个麻雀包括那个颜色很鲜的鹦鹉，它的翅膀上都会有纹路的。比如说那个虎皮鹦鹉，它就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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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母鸡它也是很漂亮的，对不对？它身上也有这种一圈一圈的花纹，我们要把这个一圈一圈的花纹全部给它绘画出来，然后呢再给它点缀一些这种点状这种高光，还有点状这种花纹，它整个一下就提亮了，就华丽了，对不对？好这位同学明白了就好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同学就可以在直播过程中随时的询问老师，老师在制作过程中也会给同学们答疑的好现在呢同学们拿出这个丙烯颜料当中的这个我想想拿出这个白色丙烯吧我怎么拿出这个黑色丙烯它俩颜色太接近了我有点开错了。好，我们拿出这个白色丙烯，然后呢再把这个水给它打开，把水打开。接下来呢我们先用这个勾线笔蘸一点点水你不蘸水的话呢，你取颜料不太好取，然后同学们最好准备个调色盘因为老师镜头比较小，我放调色盘有点不太方便，我就用这个盖子当调色盘同学们身边有这种不用的废弃的这种袋子或者一个塑料壳都可以用来当一次性调色盘或者是你也可以洗干净反复利用也是可以。然后我们蘸一点白色颜料加水给它调和一下不然的话呢，你这个白色颜料的话呢因为正常的情况下老师推荐你们买应该是玛丽的这种白色颜料，玛丽这个白色颜料它是这种固体的它就是没有那么稀，你如果不调和的话也是可以直接用的，但是呢它直接用的话呢，你只能画这种点点这种物体如果你要画这种条状这种物体的话呢你最好还要稍微调和一下，你不调和的话呢它容易化不开。调和的这个水准呢，就是你这个水不要加特别多，你稀的直接一拿起来就往下滴，那肯定是不行的调和的话呢，就让它变得稍微稀一点点稀一点点，像胶水这种感觉一样不要让它滴下来。整体的话呢也是比较润滑的调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好，我们就开始使用吧。然后老师切小镜头。好，然后我们蘸完白色颜料之后呢给它画一下这个花纹首先在距离它羽毛我们从左边往右边画从左往右画，在距离左边第一根羽毛上边大概有个1厘米左右的位置1厘米左右的位置给它画一条这个弧线我画一下画一条这种弧线，弧线这个长度和宽度呢跟着我们这个羽毛来，你看我们第一根羽毛有多宽你就画多宽就好了，你不要画的贼宽，那有点不太合适了好，然后画第二根羽毛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方法弧度的话呢也是跟着羽毛来的，你就看我们第二根羽毛它这个底边是什么样的弧度，是个半圆吧，你就画个半圆。那第二根羽毛有多宽呢大概是老师当时跟你们说这个比例的话是 0.6 0.7， 你们就画 0.6 0.7知道吧，就是完全复制下面这个边边这个弧度长度和宽度，然后画一长这个白色的弧线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再画第3个第4个第5个这个颜料的话呢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点蘸多了没关系如果同学们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也很正常，出现这种情况老师可以教你们应该怎么办趁着现在它没有完全干掉，你拿个纸巾蘸一点水一擦它就没了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但前提是你要保证这个颜料没干，它如果干了的话呢你擦就擦不掉了，就会有点尴尬所以同学们如果颜料不小心蘸多了，或者是某一笔你不小心画错了怎么办，你就按照老师这个方法就可以了但是呢你这个纸巾前提呢要稍微蘸一点点水，你不能就是一个非常干的纸巾去硬擦它，那你可能就有点擦不掉了好，然后呢我们再画第5片
好，第6片啊。它每一片这个弧线呢，跟我们这个边边距离的长度的话呢，大概就是1.5厘米左右，两边可能要短一点，两边是1厘米啊。最那个中间的话可能要长一点，大概是1.5左右。之后呢，我们第2片翅膀放上去之后呢，最好是刚刚到达这个白线这个位置，不要把这个白线全部盖住了啊，刚刚到达白线这个位置就比较合适。好，我们画完第1层白线的话呢，第2层就是完全复制它这个长度啊，第2层白线。跟它间距大概有个0.5到1厘米左右这个距离，我们画第2层。其实这个白色这个花纹呀，它不太限制这个层数，有些同学呢可以发挥下自己的创意啊，你不用画的跟老师一模一样，比如说你可以给这个母鸡翅膀添加些孔雀羽毛啊，或者是这种凤凰羽毛这种元素比如说你可以这个花纹啊，可以给它画成一个这样的形状啊，比如说你可以画成一个这样的形状，画成这样形状之后，中间你可以点点然后呢，它这个边边的话呢，老师只是给你们发挥一下创意啊，你们不用画的跟我一样比如说你可以画出这样的形状，也是非常好看，对不对？这个有点像孔雀那种羽毛我就画一个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让你们发挥一下创意包括你也可以不用这种弧线，对不对？你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线条，比如说你可以用2根连续的这种双线呀或者是你可以用这种点线面元素当中这种波浪线去表达，或者是那种锯齿线都是可以的你可以用其他这个纹路也是非常不错的老师这节课这个案例的话呢，是用这种白色的双线。好，然后呢，我们这一层这个白色的双线已经画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画一下其他的一些地方其他地方的话呢，它其实第2层翅膀也有白色的部位但是呢，我们先不要画，因为第2层翅膀我们还要给它做一下渐变为什么翅膀老师做这个翅膀那么有立体感呢？不知道同学们观察出来什么？老师做这个翅膀它是不是上面这个位置非常的深，有这种深咖啡色？下面这个位置呢非常的浅，对不对？它就现在已经聚焦了，同学们应该能看得非常清楚了。它是上深下浅，有这种鼓起来这种感觉，非常立体感。那么第2层上面这个白色呢就不能现在画，你现在画一会儿我再涂这个咖啡色就会给它盖住，所以呢第2层的话呢，我们一会儿要涂这个咖啡色，先给它涂上去之后再给它画白色。好，第2层的白色的话，其实可以先画，这个不影响的，因为第2层的话呢，它没有这个咖啡色需要给它做底好，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开始拿这个把笔稍微清洗干净一下，然后用这个咖啡色咖啡色的话呢，老师建议同学们用这个稍微深一点这种咖啡色稍微深一点这种咖啡色。像我们买的12色或者是24色、18色这个丙烯颜料里面有一个颜色叫做熟褐或者是深褐，这2个颜色都是可以的，这2个颜色深咖啡色。还有一个颜色叫赭石，赭石的话呢是浅咖啡色。那么我们也给它做这种立体效果的话呢同学们拿这个熟褐就可以了老师现在用到了就是熟褐熟褐这种深咖啡色。招财猫同学说，真羡慕你们能跟直播做，我还在上班这位同学的话呢，非常羡慕同学们能跟着直播做确实不过没有关系同学等你以后就是说休息了或者是放假有时间的话呢，你可以就是说看着回放制作一下，或者是你直播的时候也可以过来听课呀。你虽然没法做，但是你也可以听课，对不对你在听直播课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问老师，有哪些没看懂的呀，或者有些什么想法你也可以问老师，老师也可以给你解答，都是一样的好，然后的话呢，我们给它做一下深咖啡色这个纹理首先第2层翅膀的话呢，它这个咖啡色主要用到这个边线的位置这个边线的地方呢，它都会有这种深咖啡色，给它画一些花纹好我们用这个深咖啡色给它画一下这个花纹稍等一下老师把这个笔给它处理一下在画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可以给这个羽毛做一下这个羽管刚才老师没有给它做羽管，这一步的话呢还没有完全干，可以做一下羽管。我们拿出这个刀片
在这个羽毛中间这个位置啊，轻轻的割一下，但不要给它割断，就割出一个纹路，这是它的这个羽管。就像这种比较粗的羽毛的话呢，它中间这个位置它会有一条小小的细缝，不知道同学们观察没有？这个羽毛它是1分为2的，我们可以在它中间这个位置轻轻的割一下啊，不要给它割断啊，就让它有一个这个缝就行了。一会儿我们画颜色的话呢，因为有这个缝隙，我们画颜色它会显得比较深一点，这是个小细节啊。这个就属于羽毛这个羽管。然后呢，我们把调好这个稀度的这个咖啡色呢，给它顺着羽毛这个形状给它描绘一下。好，首先呢，我们先从第一根羽毛开始画啊，画的时候找它下边这个边边，给它画一条弧线。画的时候呢，手不要抖，从前往后一笔画下来，流畅一些。第二层羽毛上的压痕，现在有压吗？对啊，现在可以压啊。土再干一下，会不会不好压？土干的话呢，它只要没有完全干，都不会不好压了。像这个土，它没有我们同学想象的干的那么快啊。像这个土，你正常像老师捏一个人偶或捏一个底座，我要等它干，我甚至都要等个2-3天才能干。现在我们上课才1个小时啊，做这个翅膀也才半个小时，它没有完全干啊。它只要没有完全干掉，你再去压的话，它都能压出来的啊。只不过你要改变这个形状，可能不太好改变。你要上面压一条缝，它还是很好压的啊。这个缝的话呢，主要是为了一会儿我们在这个缝隙上涂颜色，它会显得比较深一点。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这个凹痕的这个意义啊。它主要是有这个缝隙之后，它比较容易上色。你看我在它这个压痕这个位置上涂一个深咖啡色，它这个缝隙会比较显色。就这个目的啊。好，我们先把它下面这一圈的这个羽毛边边缝隙给它画一条这个咖啡色的这个纹路。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一层咖啡色的这个纹路全部画完之后呢，再把中间羽管的这个位置再画一下再画一下，它就会显得比较深邃一些。其实母鸡这节课的话呢，质感表达还是挺重要的，像这种羽毛这种质感的这个表达，还有形状这个表达同学们学会了之后呢，以后再做其他这种羽毛类的这个植物比如说你们想设计一些什么关于栖息喜鹊这种主题的这种小动物或者是场景的话，需要做这种动物，这个羽毛大家都知道怎么做了还是非常实用的。好，然后最后呢，再用这个羽管这个位置，刚才我们压痕这个位置，轻轻的给它画一些这个弧线就可以了现在画完之后呢是这个效果，画完之后的话呢是这个效果同学们看一下。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羽毛呢还缺少了那么一点点细节，什么细节呢？就是它这个羽毛的根部它没有高光。我们现在案例的羽毛根部呢，它是有高光的，有什么高光呢？有这个黄色高光，还有白色高光。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再需要添加，因为我们第一层翅膀它也有这种白色高光和黄色高光，我们一起添加。现在呢，还是继续用咖啡色，但这个咖啡色不是画我们第2层了，是画我们第1层稍等一下，老师拿一下我们第1层这个翅膀。它第1层翅膀刚才老师说了，它上半部分是有这个深浅变化的给同学们看一下但是要注意它这个深浅变化要过度自然，它是很深，然后慢慢浅一点，然后再浅一点，然后到这种浅色没有颜色不要突然一下子咔嚓一下就截止了，这样的话呢过渡不会很自然。好，我们还是用刚才调好这个咖啡色把它上面这一边给它涂上这种深咖啡色。好，大概涂个1厘米左右这个宽度这1厘米应该没有什么渐变，然后从1厘米之后呢，我们开始给它做渐变一下子就立体了很多，是吧？好，同学们捏的时候呢，捏它这个边边就可以了你千万不要捏它中间，你捏它中间的话呢，就很容易把这个手给弄脏了
然后呢，这个渐变怎么样做呢？这个渐变的话呢，有2种方法啊。老师就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用颜色来做渐变。刚才老师用到这个咖啡色，对不对？深咖啡色啊，因为老师这个颜料盘呢比较少一些。正常情况下，我应该搞2个格子，一个放深咖啡色，一个放浅咖啡色。但是目前我只有一个格子，我只好深色挤一半，浅色挤一半。你们的话呢，可能就比老师要这个工具啊，或者是场地要宽敞很多了啊。你们可以就是说，可以就是说2个颜色不用挤在一起。然后呢，现在呢，刚才我们用的是深咖啡色，叫熟褐，对不对？我们现在用这个赭石啊，你们拿起这个丙烯颜料当中，赭石这个颜色，这个是浅咖啡色，对不对？拿出来一点点。还是老规矩，拿出来之后呢，给它加水调和一下，然后我们往下给它渐变。好，然后往下渐变啊，渐变的这个长度呢，大概也是1厘米左右啊。渐变的话，我们注意一下笔触啊。一般我们用笔的话呢，都是从上往下，从上往下，你不要从左往右啊。从左往右的话就有点不太自然。而且这个浅咖啡色可以稍微覆盖一点点这个深咖啡色，可以给它盖住一点点，这样也会过渡自然一些。然后再往下的话呢，我们就不用浅咖啡色渐变了，我们直接用这个浅咖啡色加大量的水，你看给它调的特别稀的这种，然后给它渐变，它这样的话颜色就会变得更浅了啊。好，从上往下给它渐变。渐变完了之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过渡是否不太自然，中间这个位置好像不太自然，中间这个位置如果不自然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深咖啡色再给它过渡一下啊，就反复的这样多过渡几遍，它慢慢就过渡自然了啊。好，同学们在涂颜色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问啊，这样你们在涂颜色的时候呢，有什么问题及时问的话，老师回复你们的话呢也会比较方便一些。同学们也可以就是很快速的得到这个解决办法啊，比较方便一点。好，然后这个颜色的话呢，我已经过渡完了啊。所有的颜色用1根笔涂嘛，当然了啊，所有颜色用1根笔就行了啊，不用用2、3根笔那么麻烦。比如说你要换颜色，对不对？你直接在这个水里面涮一下就好了啊，不用换笔的，没有那么麻烦的，因为总共我们也用不到几种颜色。不用换笔啊，不用换笔。像这个笔，比如说我先用了咖啡色啊，我想用个别的颜色，你就算个几秒钟，刮一下，它不就很干净了吗？然后你就蘸别的颜色，不就好了吗？不用换笔啊，不用那么麻烦。好，然后同学们继续拿出这个深咖啡色啊，刚才我们调好的咖啡色，如果用完了自己再调一点。666，好吧。可以偷偷告诉你，其实我画眼睛的时候也不换笔的。我画眼睛，有的时候我画那种异瞳，就2个眼睛不一样的颜色，一个绿色眼睛，一个紫色眼睛，我从头到尾1根笔画下来，不换笔，我就没必要换笔啊，我觉得。好，然后呢，这个羽毛的话呢，跟第2层也是一样的这个效果啊。我们在每个羽毛的下半部分这个接缝的位置，给它涂一个深咖啡色的边。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可以拿住这个空白的地方，千万不要拿住我们已经上色的地方，把它弄脏了啊。好，给它勾一个边，这个勾边就非常简单了啊，同学们就直接勾一下就好了。好，然后呢，我们在勾完边边之后呢，下一步就开始点高光了啊。母鸡的这个翅膀呢，我们就剩最后一步了啊。我们现在就剩它这个边边的这个位置的这个橘色的、黄色的这个高光以及白色高光的一个处理啊。这一步的话呢，我可以把笔给洗干净，因为我们现在要用到这个非常浅的颜色。如果我们的笔不干净的话呢，它可能就是说最后涂出来这个高光的颜色就不太纯净。我们可以把笔洗干净一点点。好，现在这个咖啡色这个颜色已经涂完了，然后呢，笔的话呢，老师这边在水里面涮一下啊，涮一下之后呢，用到这个黄色和白色，我把这个咖啡色就收起来。好，同学们打开这个柠檬黄这个颜料啊，
用笔蘸一点这个柠檬黄，蘸柠檬黄，然后也是在旁边给它调一下啊。这个的话呢，因为比例比较少，就不用调特别多，就稍微少调一点就行啊。然后我们在最底下边边这个位置用柠檬黄给它画一个小弧线啊，这就是高光啊。每一片羽毛都要画哦，画一条小弧线。好，然后呢，再换第二层翅膀啊，换第二层。第二层翅膀它也是最下面要有一条小弧线的。除了这个黄色的小弧线呢，它上面还有一个白色的这个白白的这个点点啊。我们一会儿的话呢，等这个黄色画完，我们再画啊。这个翅膀的话呢，是稍微复杂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呢，它这个复杂是比较值得的，毕竟它这个翅膀也是非常华丽的啊。其实的话呢，老师画这些花纹啊，不用现在画的，它这个顺序的话呢，只要它表面有一点点干，你什么时候画都行啊。如果同学们在老师上完课之后，觉得自己的这个母鸡想发挥一下自己的这个创意，你们也可以自己给它添加一些别的花纹上去啊。我非常期待同学们这个作品。好，然后洗笔啊，我老师已经把笔洗干净了。洗完笔之后呢，换白色啊，这最后一步了啊，画完的最后一步啊，这一步完了之后就这个翅膀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画别的地方，身体的话呢，需要画一点点毛。好，然后呢，白色的话呢，我们就取一点点这个白色丙烯啊。刚才老师已经取了一些了，我再取一点啊，不用特别多啊，大概一个2、3颗芝麻粒的大小就行。好，取完之后呢，我们给它画一下这个高光。首先呢，开始画它根部这个高光啊。这个根部的高光的话呢，就在它最根部的这个位置，给它点一个白点，在中间给它点个白点就行了啊。好，这就是这个高光。然后来画第二层，这个第二层不小心它怎么自己点了一颗那么大的高光，真的是惊艳到我了，这个高光也太大了啊！我要赶紧给它擦掉。可能是颜料不小心飞出去了。可以蘸一点水，很轻松就给它擦掉了啊。好，然后的话呢，第二层的这个高光的话呢，我们主要画上面这个位置啊，上面这个位置画成这个形状的，画成不规则这种不同大小的圆形的这个高光啊。比如说有些点会大一点，有些点会小一点啊，这个处于一个分散的一个处理。还有它这个羽毛的底端呢，也要画一些啊。羽毛底端还是跟刚才一样的方法，在它这个羽毛底端的正中间，给它点一个白色的点点。最上面这个位置呢，用这个最上面这个位置注意一下它这个顺序啊，它是从上往下呢，它上面这个位置会比较密集一些，然后往下呢会越来越稀疏一些啊。好。点高光的话呢，注意它这个大小也可以给它错落开，比如说一颗大一点高光旁边可以有一些小一点的高光。看这颗比较大，对不对？旁边给它做一些小的，然后呢，小的中间呢再给它来一颗大的。这个高光画的有点不太圆润，主要是这个位置有点坑啊。好，再给它多蘸一点颜料。好，再来一些小的高光，小的高光旁边呢再给它画一颗大的高光。注意每个高光的这个形状呢要稍微规则一点啊。你要是圆形的话呢，全部都用圆形；你要是水滴形的话呢，全部就是要这种小水滴形啊，不要就是说用这种不规则的形状去画它，这样就很难看了啊。好，这可以点一些超级小这种小点点在旁边做一些这个装饰。这一步的话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高光点一下啊。点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你这个翅膀的话，它立体感的话呢就会强很多。
好，再点一些小点，然后往下面是越来越小，然后呢，这个白色点点的话呢，也会越来越少。它越来越少啊，它是有一个从密集，然后到一个疏散的一个渐变啊，疏密一个处理。好，老师切一下大镜头啊，这个高光已经画完了，同学们就把这个高光给点一点，好吧？这个华丽的大翅膀就已经 OK 了，然后呢，把母鸡的身体拿过来，头拿过来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画一下身体上这个毛。注意看我们母鸡的身体的话呢，它是非常有立体感的同学们这个翅膀的话，这个点点暂时还就是说就点个4、5个，或者是上面这个大点点点个4、5个就可以了。这个小点点没有点完的话呢，先不要点了，好不好？先不要点，我们先开始学下面的知识点因为这个点点的话呢，点的时候也比较耽误时间，而且都是重复的，你什么时候点都行。我们看一下这个母鸡的这个身体它这个立体感来源呢，刚才老师在做身体的时候给同学们讲了。首先呢，我们要用板子给它压，边缘压薄一些，中间鼓一点，它会有立体感。第二呢，它是靠颜色给处理的。它边上这个颜色的话呢，老师是涂了一些色粉，然后用这个笔呢给它画一些这种小毛发上去，它会有立体感现在我可以稍微演示一下同学们如何画这个毛发。首先呢，画毛发之前呢，我们要先给这个边边涂一点点这个色粉工具同学们可以把我们这个色粉给拿出来。色粉的话呢，老师用的也是普普通通的这个玛丽的这个色粉就行了不过玛丽色粉的话呢，它这个颜色的话呢，有一点点不太好蘸取，所以我一般都会用个刀，需要哪个颜色给它刮一刮。我们母鸡的话，身体用到的是浅咖啡色，就同学们找到这个咖啡色当中最浅这种颜色。如果同学们买这个色粉是这种12色的或者是8色的，颜色比较少，你就直接用这个浅黄色的色粉代替，都是一样的稍微刮一点。刮完了之后呢，同学们准备一根小刷子就这种刷腮红的呀，或平时写字的这种刷子，稍微大一点最好是用我们刷腮红的专用刷。然后涂色粉的话呢，给同学们做一个温馨提示千万不要在这个板子上直接涂色粉，你会后悔终身的。老师就有一次在板子上直接涂色粉，色粉呢它是比较细腻的，板子上它其实是这种凹凸这种颗粒感的，色粉它不小心涂到板上之后呢，我怎么擦都擦不干净，最后呢都把板子上的那个刻都给擦没了，那个色粉才擦掉，我真的是超级后悔。所以同学们要涂色粉的话呢，要么你就垫一张纸，要么你就用这个盖子接一下不要直接放到我们这个板子上，你真的会后悔的。然后呢，同学用这小刷子蘸一点点这个浅咖啡色，然后在这个边缘刷2下就好了。刷的时候呢，不用刷特别多，你不要把整个母鸡全部刷上色粉了我们主要是刷它这个边边，那它这个边边呢颜色看起来深一些，然后往中间的话呢颜色越来越浅，就比较有立体感。好继续刷给这个边边刷一下刷完之后呢，也可以往中间过渡一下，大概过渡个1厘米左右，往中间让它越来越浅，过渡一下这样会自然一些。我们一般呢是先刷色粉然后呢再给它刷完色粉之后呢，再给它这个画这个毛发的质感。好，然后母鸡的这个身体刷完之后呢，千万不要漏掉它这个头部，它头部呢也是有色粉的尤其是在它这个头部下面这个羽毛的缝隙这个位置，给它刷一点色粉的话呢，它这个缝隙的感觉会更强烈一些。我们把母鸡头部给拿过来，然后在它这个下面这个羽毛的位置给它刷一点色粉还有它这个头部的这个侧边也可以刷一点点色粉。好，这个色粉这个部位呢，我们就已经完结了然后我们开始画一下身上这个毛发。拿出来之后呢，拿出来之前先抖一下不要让这个色粉跑到这个板子上去了，就会非常的
难清理。然后色粉的话呢，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先给它收到一边了啊，暂时已经不用它了。既然暂时还是需要用到一点点这个丙烯颜料的，其他就不用了啊。它身上这个毛发感觉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它这个毛茸茸这种感觉呢，它是用比较浅的这种咖啡色画出来的，所以同学们一会儿选颜色的时候呢，千万不要选像熟褐呀、深褐这样的颜色，我们可以选这种赭石或者是浅橘色这种颜色，像刚才老师这个赭石这个颜色都没有用完啊，我就可以给它用一下啊。好，然后呢，拿到我们这个身体啊，老师调一下镜头。这个毛发的话呢，因为它是比较重复的一个部分，老师呢课上就不用给它全部从上到下画一遍了啊，这样也会比较麻烦啊。建议，因为它这个毛发呢，什么时候画都可以，你等到这个课后啊，或等到1-2天之后，它身体完全干透了，你把这个母鸡，哪怕你已经拼贴组装完了，你也可以在上面画毛发啊，这个什么时候画都行，这是个小细节添加。并且呢，也是比较基础、比较简单的，所以老师给同学们示范一下前半部分。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同学们可以等到等它稍微干一点，或者是课后啊杂役环节，然后同学们再添加。这个毛发的话呢，就顺着它这个边边，大概涂一个1厘米左右的宽度就行了。每一层的话呢，给它添加个2到3根啊。老师就不给它完全画完了，就画一小部分让同学们看一下。然后现在呢，我们开始画一下这个母鸡这个眼睛，找一下母鸡眼睛这个位置啊。母鸡眼睛是需要用笔来画的。母鸡的眼睛呢，很多同学画完这个母鸡啊，就感觉有点不太可爱，对不对？有点就说比例有点问题，就是我们脸部的比例有问题啊。首先，母鸡的这个头呢，它其实就这么大，对不对？你这个眼睛如果画太靠下了，就会显得这个母鸡就是说比较呆滞啊。你这个眼睛呢，一般它是处于整个头部的中间靠上的部分。左右两边的话呢，它是比较靠这个，靠左一点点，因为它是个完全侧面的这个造型，所以同学们一会儿画的时候注意一下它这个比例。然后我们现在把母鸡的眼睛画一下。母鸡眼睛的话呢，可以选用这个咖啡色，也可以选用这个黑色，都是可以的啊。好，画的时候呢，同学们先蘸一点点这个咖啡色，或者是取一点这个黑色都行。找到母鸡整个头部的中间靠上这个位置，然后呢，这是它中线，对不对？中线的话，我们找到它的中间靠左，然后呢，这个位置我们要画眼睛了。画之前呢，可以先点2个点最左边点一个点，最右边点一个点右边这个点距离左边这个点呢，大概间隔是3毫米左右。然后呢，我们再把这2个点连成一条弧线，给它连到一起。连成一条弧线连到一起其实同学们想画的更可爱一点呢，母鸡还可以长睫毛。比如说同学们就是说想加一点创意的话呢，也可以给它加一点点这个睫毛，也会更可爱一点啊。如果不想加创意的话呢，直接画一条弧线就行了。好，老师这个母鸡眼睛呢，包括这个毛发也教给同学们了啊。这个毛发的话呢，我们就先画一小部分就行了，因为它比较耽误时间也没有这个必要给它全部画完，因为它是非常基础的，也非常简单的。就是教给同学们我们怎样去画，同学们等它干了之后再画就可以了。好，我们给它切回大镜头，然后现在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了，就是组装画到这一步的话，给同学们老师重点给同学们说一下在组装这一步的话呢，我们只要把它的头部呀、身体呀，还有这个羽毛给它做完就可以了。它上面的颜色的话呢，有没有扫完？和它这个色粉有没有涂完，同学们不要纠结因为这个色粉的话呢，其实等母鸡的身体越干越好，包括这个颜色的话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同学们这个颜色没有涂完，或色粉没有上完的话呢，先不要涂了，也先不要上了，因为这个颜色和色粉你什么时候涂都行，你什么时候上都行，你明天再涂都可以，你明天再画它这个毛都可以但现在上课的话呢，你既然跟着直播做的话呢就没有必要现在这个时候就一直在这里死磕它，一直在那里做它就有点耽误时间。你们现在可以跟着老师现在这个步骤学一下怎么组装。然后老师呢这一步开始组装了在组装之前呢，先强调一下我们组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注意首先呢，我们组装先要拼贴一下它翅膀的这个位置，我们先要把2个翅膀拼贴到一起，然后呢再把翅膀和身体拼贴到一起，然后裁剪一下，然后再把头部和身体
拼接到一起，然后这是完美的3步啊。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拼贴。首先在拼贴的时候呢，老师想问一下这个同学们我们的身体、头部和翅膀都做完了吗？老师问你们的是做完了吗，而不是画完了吗？我知道很多同学画画的话呢，可能就是说调颜色也是比较麻烦，所以可能画的话呢没有那么快你们没画完的话呢，先不要画了笔呢洗干净，先放到一边，颜色呢也都给它收起来，老师这边也收起来，不用它了啊。你们做完的话呢，可以在当前说一下，或者扣一个1做完的话呢，我们就开始拼贴了。你们颜色没有上完，色粉没有涂完，千万不要再涂它了。你等它完全干透了，你再涂色粉，反而会比现在涂的更过渡更自然一些啊。好了，如果已经做完的同学呢，就把我们这3个部位全部放到一起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第2步了，就是我们步骤图的第3章这个步骤拼贴。好，拼贴的时候呢，同学们拿出这个白乳胶胶水。老师蘸胶水的话，有个个人习惯，就是我喜欢用一个比较细的一个工具给它蘸一下可能就是拿一根笔的一个底部在这个翅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白乳胶这个分装器如果有的话呢就更好，或者是你们也可以直接挤白胶这样挤，我怕挤多了我就先挤到旁边，就是给它蘸一点白胶蘸第一个翅膀的背面。然后拼贴的话一定要注意我们第1层翅膀的这个边边一定要在第2层翅膀这个白线就紧挨着它，你不要给它完全盖住了，这样是不可以的你也不要离它特别远，这样也是不可以的。你要是刚刚好能看到它这个白边这个位置是非常合适的。好，然后呢给它按一下按一下，让它能看到这个白边给它按一下，让它拼贴牢固，然后呢好，这是第1步翅膀拼贴完了。然后的话呢，我们才开始拼贴我们的这个身体加翅膀。在拼贴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头部要预留出多大的面积，因为拼贴完之后呢就是说如果头部装不上去就有点尴尬。头部的话呢，我们一般是要盖住这个身体大概1-2毫米的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尾巴这个尖尖和我们头部的这个边线它这个高度这个比例我们看一下如果放到这里的话就有点太高了，放这里的话有点太低了。正常情况下这个边边要比我们尾巴这个尖尖要稍微低大概0.5厘米左右稍微低一点点，在这个位置是刚刚好的同学们可以用这个工具给它轻轻的压一下比如说用个压痕刀给它压一下知道这个头在这个位置头在这个位置我们压一下，然后再把身体放上来。身体放上来之后呢，最好这个边边也要在这个位置这个边边也要在这个位置。但是现在呢，我们放这个位置发现翅膀有点长，我们只能把上面这个部分给截掉一点点。好，我们就给截掉一点点。截掉之前呢，我们要看一下我们截掉的这个大小我们放到合适位置之后看一下。截掉大小的话呢，大概跟这个边边比一下，大概截掉个1厘米左右截掉个1厘米左右就行了。好，我们现在呢可以用这个剪刀或者是刀片给它裁剪一下这个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你们把这个头放上去之后压条横线之后，如果你们的翅膀放上去刚好合适，不用裁剪，你们就不裁剪了。如果需要裁剪的话呢，你们再量一下放上去我需要裁剪多少呢？我比一下，你们再裁剪好吧。这个呢不一定说每个同学一定要裁剪的，因为老师是在这边制作，同学们呢是在镜头的那边制作。我也不知道同学们制作的是大了还是小了，是多了还是少了，我完全不知道所以呢，每个同学做成大概多了还是少了的话呢，也只有同学们自己才会比较了解，就观察比较细致。所以同学们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好吧？好，老师的话呢，大概是需要裁剪个1厘米左右。裁剪的话呢，我们就给它这样咔嚓的斜着给来一刀就好了。因为我们这个边边它是一条这个什么样弧度的线，我们就这样斜着来一条就好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给它放上去，然后再把这个母鸡的这个脖子给它放上去。现在的话呢，这个比例就是非常合适了，我们就可以进行粘贴了粘贴第2步呢，就是比例全部都量好了，对不对？我们把翅膀给它翻过来在翅膀的粘贴的时候注意不用整个全部抹满胶水。你整个全部抹上胶水之后呢，你一粘贴一按，这个胶水可能会溢出，溢到这个边边到处都是胶水，就会比较尴尬。一般我们粘贴的话呢主要就粘贴一下中间，给它中间涂一小片这个胶水就可以了好，然后呢我们开始粘贴。好，
粘贴啊，粘贴的话呢，我们找到刚才我们压这个横线啊，放到它这个下边，可以稍微离它有一点点距离啊，不要完全给它挨住，因为这个位置还要放一条细细的围巾，我们稍微离它有一点距离，然后调整一下啊，它上面这个位置跟身体呢保持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缝隙，下面呢跟我们这个身体的边边保持一条缝隙啊，这样都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比例啊。好，然后我们再拼贴脖子啊，拼贴脖子。脖子的话呢，就非常简单了啊。我们把这个母鸡的头给它倒过来，中间给它涂一点点胶水，然后呢把这个头给它按上去。按上去之前呢，我们可以就是固定一下啊，给它按一下，因为你不按的话，它的头可能会往下啊，会往下进行一个就是说倾斜，就有点不太合适啊。一般的话，我们把它下面这个部分给它粘住就可以。好，下面部分粘住的话呢，可以适当留一点点缝隙啊，但是不用留的特别大，就留个1-2毫米的缝隙啊就可以。粘贴的话呢，因为这个胶水不是很粘啊，你要直接放上去不管它，它一会儿就歪了。所以我们粘贴上去之后呢，要用手按住它们粘贴的这个重合的这个部位，它们重合的面积的话大概是在1厘米左右啊。这个老师在我们第一步的话呢，在制作身体的时候给同学们讲了，我们要重合，它是会有一个重合的面积的。然后我们在重合面积这个位置用手不停的捏它啊，按压它，不然的话它粘不住的。好。按压完之后呢，我们这个身体呀，包括头部都已经完全粘合好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开始制作一下它的翅膀，制作一下它的机关啊，这个作品就可以完成了啊。好，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步。这一步同学们拼贴都没什么问题吧？没问题的话呢，我们制作下一步啊。下一步的话呢，同学们拿出这个绿色的粘土，我们做一下它的小围巾，好不好？绿色粘土的话呢，同学们不要用这个原绿色啊。今天老师也讲了，我们今天主要是调色啊，调这个偏暖一点点的绿色啊。整个画面呢全部都是暖色，为什么还要用一些冷色呢？其实绿色里面它也分偏冷的绿，还有偏暖的绿。偏冷的绿呢，就有点像我们上节课那个小猫的那个最深的那个蓝绿色，它是加蓝色，它是那个比较深，然后又比较冷这种绿色。偏暖一些的绿色呢，就绿色里面我们给它加黄加红，它就会变成那种颜色了。然后现在呢，这个绿色里面我们可以给它加一点点这个橘色或者是红色都可以啊。老师呢给它加一点橘色，同学们大概取出1厘米左右的绿色粘土再取出1厘米左右的橘色粘土，给它们混合到一起如果同学这个橘色身边没有这种现成的橘色的话呢，你直接加红色它也是一样的效果啊。你红色的比例的话呢，就不要加那么多，因为红色比较深。如果加红色的话呢，绿色加1厘米，红色的话呢加0.5。你看调完之后呢，就是这种绿怎么说呢？它有点像哪一年这个流行色呀？它这个颜色的话呢是比较偏暖的，有点像那种橄榄绿的感觉，对吧？和我们这个绿色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啊！这种绿色是比较好看的，跟我们这个画也是比较协调的。因为我们这个画呢，今天是暖色调会比较多，用到了全部都是肉色呀、橘色呀、红色。好，调完之后呢，它大概整体的这个面积大小大概是1.5到2厘米左右。做我们这个围巾的话呢，是绰绰有余了，非常足够了。然后我们戳一下这个围巾啊，把我们戳好这个粘土呢，先团成一个球，基本形。然后再这样斜着搓成一个细细的长条搓成个细长条。这个长条的长度的话呢，还可以稍微长一点点一般正常情况下呢，给它搓到6厘米这个长度是比较合适的搓到6厘米长度之后呢，我们给它轻轻的压一下从上往下轻轻的压一下，给它压一下。压一下之后呢，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宽的，我们取它的前面一端，后面这一端就不要了我们可以给它身体上量一下首先它脖子的话肯定是没有那么宽的，对不对？它脖子的话呢，大概是到3到4厘米左右，那么它肯定会有个多余的这一截的话呢，老师是故意让它多出来的，因为这一截的话，我们可以做它前面这个领结。我们量完之后呢，就用手在上面这个位置捏一下指导在这个位置。同学们跟自己的母鸡稍微量一下因为每个人这个母鸡的大小呢会有点微微的差异，也是很正常的。好，切掉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这给它揉一揉，做一下前面这个领结。这个领结怎么样做呢？这个领结是2个小水滴我们大概给它戳成这个0.5厘米的这个小圆球，
然后给它戳成个水滴。水滴的长度的话呢，就大概是在1厘米左右就可以啊。这个小领结真的就非常基础了啊，老师就给同学们演示一下，同学们应该就是说，会比较容易做出来，比较基础的一个形状。这个小领结大小的话呢，还可以稍微有一点区别，不用左右两边呢全部都一样大啊，一边可以大一点，一边可以小一点啊。这个小领结可以压一下。好，压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个组装啊。注意领结呢，它这个小围巾啊，它上面是有这种衣服这个条纹的，我们可以把刀片反过来，中间给它压一个这个衣服条纹的这个纹理，压个1条2条都行啊，压个这个纹理啊。压完纹理之后呢，我们给它围到这个母鸡的脖子上。在围之前的话呢，同学们如果担心它有点不太粘，可以在它的左右两边给它加一点点这个白胶，这样它粘的话呢会稍微牢固一点点。好。围的话呢，它尖的这一边朝前，然后比较宽的这一边呢，给它朝后啊。好，然后前面这个2个领结的话呢，我们在给它制作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说给它中间给它压一个这个纹路出来啊，中间也可以用这个刀片给它压一下中间这个纹路啊，压一下。压完之后呢，我们再给它轻轻的进行一个组装。给它贴到它这个中间来。这就是母鸡的这个围巾了也是非常比较基础、比较简单的。以后同学们做人物的话呢，这个围巾也可以这样去制作，是个非常简单的这种围巾的一个方式啊，简简单单。其实这个领结的话呢，你也不一定非要戳出这种水滴形，你也可以戳这个两边都尖的这种叫什么形状？这种叫树叶形也是 OK 的啊。这个领结的形状的话，同学们也可以自己灵活多变一些。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一下它这个鸡冠还有尾巴，因为它这个鸡冠和尾巴的话呢，都是用到了同样一种形状，叫水滴形，我们可以一起做，就是同时拿2个颜色的图，然后一起做，这样会快一点，因为它们形状的话都是一样的啊。好，同学们先拿出这个橘色粘土，然后呢再拿出这个红色粘土，我们做一下它这个鸡冠还有它这个尾巴啊。稍等一下，老师把屏幕的话呢稍微放远一点点啊，因为现在我们做一些比较大块的部分，就不需要离那么近，让同学们多看到一些面积，这样的话呢整体的比例也可以方便好对比一些，好吧？首先呢，我们做它这个鸡冠的话呢是水滴形啊，同学们就先拿出这个红色图吧。红色图的话呢，整体我们先揪出一大块，大概是2厘米左右，做它的这3个鸡冠呀就已经足够了。其实正常的鸡冠我们做到2到3片就可以了。当时老师在制作案例的时候呢，觉得鸡冠多一点、丰富一点会更好看，所以我做了4片。但我们上课的话呢，做到3片左右就足够了啊。好，它鸡冠的形状的话就非常简单，这种水滴形我们每一个这个红色粘土戳出0.5厘米这种小球，然后斜着戳一下戳出这种小水滴，然后呢再轻轻的压一下，厚度保证在2厘米左右这个厚度就可以啊。老师几点下课同学的话呢，我们正常下课的时间的话呢是5点半5点半。但老师上课的话呢，可能会节奏还有速度的话呢会放慢很多，因为我每做完一步的话呢，都会给同学们就是说等一下同学们，问一下同学们这个进度，所以的话呢可能就会速度的话会放慢一些。正常的话呢，我1个半小时的话呢是可以给它全部讲完的，但速度的话偏慢一些，是为了就是说照顾每个同学这个进度，希望直播同学能够就是说大家一起都跟上好我们给它蘸一点白乳胶，然后轻轻的粘上去但是时间的话呢，最多给同学们大概就是稍微延迟一会儿，但不会延迟特别多，毕竟同学们也是要吃饭的不会给你们就是说延迟特别多。好，然后呢我们继续接下来做别的接关鸡冠另一根鸡冠呢也是一样的方法，大概戳到1.5厘米的这个小水滴。这个鸡冠的话呢方法都是非常简单和基础的，我们只要把它给粘贴上去就行。
注意一下啊，它机关上面是有白色的这个纹理的啊，我们到时候可以用这个白色粘土把它这个纹理给它粘上去。好，第3颗呢也是一样的方法，注意粘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它这个高低落差，比如说中间的这个机关呢可以粘高一点，然后左右两边这个机关呢可以稍微粘低一点点啊。OK， 这样就 OK 了。然后呢，我们再拿出橘色粘土。橘色粘土的话呢，做我们这个尾巴，还有这个鸡的嘴啊，这个嘴也是橘色的。如果同学们没有这个橘色粘土的话呢，我们可以把红色跟黄色进行一个红色1，黄色2，这个2:1的这个混合，可以混出这种橘色粘土啊。好，老师呢先拿出来土呢，轻轻的调和一下。首先呢，它这个嘴巴注意观察一下，它是一个小三角形。我们同学们大概拿出一个0.5厘米的这个黄色粘土先给它团成个球，然后左右两边搓一下，搓成一个水滴搓完水滴之后呢，我们再给它捏一捏，给它捏尖一点捏尖一点捏出这种小三角形这种感觉，这就是它的鸡嘴了。但它整体的比例的话，肯定是有一点长的正常的话呢，这个鸡的嘴大概是0.5厘米，老师这个有1厘米了，有点太长了，那么我就给它剪掉剪掉一半留另外一半。然后呢，根部的话呢，涂一点点白色的这个胶水好，然后呢，找到它这个眼睛下方的这个位置不要离眼睛太远了，给它把这个鸡嘴给它贴上这就是它这个嘴巴的这个方法了。然后呢，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尾巴尾巴的话呢，除了需要用到这个肉色粘土以外，还有这个橘色粘土，同学们可以先准备一下我们先做它上面这一层的这个尾巴橘色粘土的这个，因为它的方法的话呢都是一样的，老师做的话呢就不用给它做这么多根羽毛了，因为它羽毛加起来有10根全部都是重复的，也比较耽误时间所以呢，老师上课的话呢，就把每一种羽毛呢做个2根左右，同学们学会了就可以了剩下几根同学们课下可以在答疑环节然后补一下方法很简单，我们取出0.5厘米的这个橘色粘土呢，给它搓成一个小长条每一根长条的话呢，大概是在2到3厘米左右就可以了0.5厘米给它搓到2厘米给它搓个2到3根，老师就先做完一半的这个数量给同学们看一下。好，继续搓这个尾巴我们最后怎么样组合呢？教一下同学们怎么组合比如说我们先搓完2到3根之后给它们底部呢给它拼到一起拼的时候呢，中间稍微长一点，两边稍微短一点其实它这两边还可以再加2根羽毛的，但是因为都是重复的，老师就不上课做了然后最后呢，我们给它轻轻的按压一下按压之后呢，我们在它这个根部给它涂一点点胶水长度的话呢，也是最底下这个边边的不是很整齐，有点长，我们也可以裁掉一下好粘到我们这个尾巴的后面这是我们第1层尾巴。然后呢，我们再做第2层尾巴其实这个尾巴数量有点少，左右两边其实同学们可以在答疑环节或课后的话呢，再给它加几片因为都比较重复，所以呢，老师就不耽误上课时间了。我们尽量把我们的主体物给它全部给它做完整，然后背景的话给同学们讲一下构图，然后这节课就可以结束了好，这个肉色的这个羽毛呢，我们可以这样做肉色的羽毛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先拿出一小块肉色，然后肉色这个比例的话呢，大概是3到4厘米左右每一片羽毛的话呢，大概是1厘米左右，它要稍微长一点大一点，我们就取出1厘米的肉色粘土，然后斜着这样去搓斜着这样去搓，还是一样的方法，都是搓水滴。好，搓出1根之后呢，先放到旁边这一步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搓水滴其实呢，我们这节课它最主要的一个教学重点就是母鸡的一个造型，还有它这个超级华丽的这个大翅膀。所以呢，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节奏的话呢，会主要是放到我们这个身体的造型还有这个大翅膀上，会稍微花的时间呢会稍微长一点
啊，因为它是我们的一个重点，还有包括调这种偏暖一点，这个绿色也会稍微长一点。其他的部位的话呢，都是也比较简单的形，比如说就戳个球啊，或者戳一个圆呀，还有这种树叶，都是我们上节课也已经做了很多遍的。包括我们在基础课的话呢，这个树叶也是学过一段时间的啊，就用重复的东西呢，或比较基础的东西就没有必要，就是说耽误太长时间。我们主要是把时间呢放到这些难点和重点上去啊。好。这个羽毛的话呢，建议同学们搓到4到5根左右，但因为上课的话呢都是重复的，老师搓个2到3根，给同学们演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羽毛在拼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上面这个位置千万不要离得太近了，因为上面这个位置等它干了之后呢，我们要给它剪造型的，稍微留一点缝隙啊。留一点缝隙之后呢，我们给它压一下啊。为什么要留缝隙呢？你一压之后它肯定会变宽，你要不给它留个缝隙，它压之后就粘到一起了，就会有点尴尬。好。有下面这个位置有一点点没粘住啊，稍微给它们按到一起啊。它有个什么造型呢？这个时候可以给同学们说一下啊，这个母鸡的尾巴它可以是这种圆形的，你可以是圆形的，直接给它进行一个粘贴啊。你也可以像老师一样给它做一点造型，情况就这样的啊。我们可以给这个母鸡的尾巴呢做成上面是这种尖这种形状的啊，左右两边给它剪一下，这种形状。不知道同学们喜不喜欢这2种形状的话都可以啊。老师当时设计这个案例的话呢，是觉得到处都是圆形的这个元素太多了，我要把它的尾巴变成尖的，我觉得会就是说造型上会丰富一些啊。但实际上同学制作的话呢，这2种形状都可以当母鸡尾巴，你们想做哪个形状啊都可以啊。好，这个尾巴的话呢，我们就这样做。然后的话呢，同学们接下来就开始构图了，给同学们讲一下构图，然后这节课就可以结束了。背景的话呢，这个叶片的话呢，都是同学们学过的，老师可以教一下你们调色，然后每个叶片的话给同学们稍微演示一下啊，同学们自己加叶片就可以了。首先呢，今天我们这节课构图是一个平行式构图。什么是平行式构图呢？就是整个主体物包括它的大部分的这个物件呢，都是放到一个平行的角度上，比如说这个花呀，还有这个母鸡呀，全部都在一条水平线上。这种叫平行式构图这种平行式构图的好处呢，就是比较均衡，因为这节课的就是说它这种小零件数比较多，像这种小果子呀，还有这种小花呀、小叶子比较多就比较多的东西。你说我要给它摆成个 S 型构图，或者是个 Z 型构图，就会比较麻烦一点。我们给它摆成这种平行构图的话呢，它整体看起来就是说比较整齐、比较严谨比较协调平行构图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母鸡放到整个构图的正中间偏下的部位好，放到这个位置。然后呢，左右两边同学们可以给它摆一些叶片或者是花朵，然后老师上课之前呢做了一个花朵放上去。一会儿的话呢，老师给同学们做一朵小的，给同学演示一下。这个叶片的话呢，同学们就可以自己做这个叶片就是我们上节课已经学过这个叶片，包括我们基础课的话，这种叶片同学们已经学过了。老师一会儿教一下同学们调色，给同学们做一下2片就可以了构图的话呢，我们一会儿把这些花卉呀，包括这种植物呀，全部给它摆成个平行线这个角度上摆成一条线就可以了但是位置的话呢，千万不要太高了，因为母鸡的话头部是比较高的身体的话呢，给它摆到它中间靠下这个位置就行了好，然后这一步的话呢，我给同学们演示一下怎么样调这个颜色。调这个颜色的话呢，它这个树叶的绿色跟我们围巾这个绿色还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同学们取一下这个绿色的粘土。然后呢，同学们再取一下这个红色的粘土有一点不太一样。像这个绿色的话呢，它属于这种墨绿色，颜色的话呢比较深，对不对？而且颜色的话呢也是比较暖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绿色的话，它有点太夸张了。你看，如果我用这个绿色放到这里当叶片，这个颜色多突兀对不对？都抢了我们主体物这个风头了，当然是不可以了。我们给它做的深深的，那怎么办呢？我们拿这个绿色再拿出一部分的这个大红色，这个红色的比例可以稍微多添加一点点，就不用添加那么少了
绿色的话呢，同学们大概拿2厘米左右啊，1.5到2厘米左右啊，给同学们看一下这个比例。然后红色的话呢，也拿出大概就是2厘米左右啊，给它们进行一个1比1个混合，它就可以变得很深了。感觉这个颜色有点太深了，然后我再加一点点绿色吧。这个颜色已经深到我已经看不见我的绿色在哪了啊，这个有点夸张了啊。这个颜色基本上就可以啊，有点接近了。就是我们红色的比例的话呢，就大概加到1.5，然后呢，绿色呢加到2.5。老师感觉一下这个比例还是非常可以的。然后呢，同学们我们就用这种比较深一点这种墨绿色这种深一点这种墨绿色做它这个叶片这个叶片在制作的话呢同学们要注意一下它这个叶片做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它这个边边跟上节课一样呢，给它涂一下这个金色的丙烯颜料，它会比较好一些。它会显得就是说整体的颜色会更加协调一些，因为我们的翅膀都会涂了这个黄色的边边，然后我们这个叶片的话呢，给它涂一些金色丙烯的话呢，会显得比较华丽一些。好，然后我们就用这种绿色呢给它做一下这个叶片叶片的话呢，还是先给它团成一个小圆球，然后再斜着搓成一个水滴，然后再压一下。中间呢，给它做一下这个纹理。就这种墨绿色就可以了如果同学想稍微浅一点的话呢，绿色也可以多加一些然后呢，还有哪些地方同学们不明白吗？这一步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这节课学的这个知识点呢都已经学完了这个花卉的话呢，怎么样做？这个花卉的话呢，可以给同学们稍微演示一下。这个花卉也是非常简单的首先呢，我们要有一个花心，花心的话呢，同学们取一个大概1厘米左右的这个1厘米左右这个肉色粘土也行，或者是其他颜色橘色粘土、咖啡色粘土都可以。然后的话呢，用7本针在它中间这个位置给它扎一些这个小洞扎一些这个纹理，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花心了。为了让它有结构呢，我们也可以用棒针给它中间凹一下。好，同学们这个花朵的话呢，有同学说花朵不太懂，我给他们讲解一下凹一下之后呢，它就会变成中间有个凹痕的这种感觉同学们看一下有凹痕的这种感觉，这个花心。然后呢，你凹进去之后还可以继续再扎一下因为我们凹进去之后呢，它有些纹理你可能就已经没有了。好，然后这个花瓣的话呢，同学们建议使用到这个橘色也可以红色也可以老师就用这个橘色给同学们演示一下吧，因为2种颜色这个花朵都是需要的我给同学们演示一下这朵这个橘色这个花朵是怎么样制作的它每个花瓣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揪出大概0.5厘米的这个小球。然后呢，给它戳成一个小椭圆给它戳成一个这样的小椭圆，然后轻轻的压一下。老师这个花瓣呢，它是有结构的，中间是凹进去的，然后我们用棒针从中间往下，这样一压，它不就有结构了吗？有结构之后呢，它下面这个部位一捏就好了。然后这是第一个花瓣，然后呢，顺着这个方法呢，做第2个花瓣第2个花瓣。继续给它戳成一个水滴戳成一个水滴。戳成水滴之后呢，再给它压一下。压一下之后呢，还是一样的方法，中间给它凹进去，再捏一下。这第2片花瓣。然后呢，我们正常情况下，它每一层的话呢，都要有5片花瓣所以老师再做3片就可以了。同学这一步的话呢，能跟上就尽量跟不上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花瓣的话呢，你们估计要做2朵左右，所以同学们在课上就了解一下做这个花瓣这个方法，然后课下的话呢，再把这个花瓣给补一下压一下最后组合的话呢，
我们是这样组合的，把这个花心拿起来，然后这个花瓣它肯定是比较长的，我们把它下半部分呢，多余的这个部分给它剪掉，用这个花心呢，给它从上往下呢，给它全部粘到一起，粘的时候呢，每个花瓣跟每个花瓣之间要贴合的再紧密一点。然后老师现在还差2个花瓣，然后呢，我再做2个花瓣，这个小花就可以完成了，这个小花，然后我再做2个花瓣同学们稍等一下，这个花瓣马上就可以做好啊。像这种装饰画里面这个花花呢，它其实是主要以装饰为目的，它不要求非常写实也非常仿真。如果同学们就是说想要这种非常仿真、非常写实这种画瓣的话呢，相信同学们基础课就已经学到了，你们可以把基础课做的一些这个花卉呢稍微缩小一点点，比如说我用树脂图来做，但是稍微做的比例小一点点，做成2-3厘米这么大，也可以放到我们装饰画当中但装饰画当中主要是需要颜色呢要饱和度要高一点，然后呢以装饰为目的，然后风格的话呢会卡通一点，没有那么仿真，所以的话呢我们用超轻土就做这种比较可爱一点这种花卉来进行一个装饰，也是非常好的好，这边呢老师一边做这个小花朵，一边给同学们答疑。然后现在呢我们正式进入到这个答疑环节因为老师这节课教授这个内容呢已经全部教授完了，同学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在这一步可以问，然后老师呢一边给同学们一边答疑一边制作一下这个花朵。老师做这个花朵呢就已经做完了它的第1层实际上呢它是有2层的，对不对？第2层的话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一遍了，第2层还是戳5个花瓣，然后插缝进行一个粘贴，然后呢第2层花瓣的话呢你粘贴的时候呢就挨着它第1层这个缝隙给它粘贴1层，就有2层的了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做这个装饰画这个花朵你不要做的2朵完全一样大，比如说这一朵呢做稍微大一点，这一朵的话呢就稍微做小一点就可以了。然后还有这种花苞，这个花苞怎么样做呢？给同学们说一下这个花苞制作的时候呢我们做花瓣的话正常是做5片花瓣，花苞的话呢就做3片就可以了。你把3片不要做花心，就把3个花瓣往里面这样一怼在一起，它不就是个花苞了嘛，对不对？树叶的话呢跟上节课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不过老师上课调这个颜色的话呢调稍微有点深，可能是绿色加有点少了如果同学们就是说稍微浅一点的话呢也可以多加一点绿色，它颜色就变浅了。但是要注意这个颜色千万不要跟我们这个围巾的颜色一样了，如果跟围巾颜色一样的话呢就有点区分不开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的老师这边呢就把同学们这个音乐给同学们放一下我们答疑环节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然后老师这边呢就一边给同学们答疑一边传一下这个回放。看我加了一点绿色之后呢，它这个颜色的话呢就稍微会变浅一点点了同学们可以灵活运用一下这个比例稍微多加一点红色，就是这种深绿色这种绿色除了可以做这个树叶以外呢，也可以做它左右两边这种水滴状这种小草也是可以制作的最后呢同学们整体做完之后也可以在这个背景上加一点这个小浆果，这个小浆果的话呢就用这种红色的粘土给它搓成这种小圆球，给它加一点这个小浆果加点小浆果，也可以在背景上给它丰富一下，也是比较好的。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可以问我可以一边给大家传回放，然后一边呢给同学们答疑这个呢就刚才这个墨绿色我又多加一点又多加了一点这个绿，它就已经变成这个绿了这种橄榄绿，然后同学们就做叶片就可以了。叶片的方法跟上节课一模一样它这个叶片的话呢，常用的叶片都是一种方法，就是一个树叶形搓成个水滴压扁，给它做一下这个纹理就行了我知道有些同学的尾巴可能没有做完，可能你们现在都在补这个尾巴如果上节课同学做那个小猫的叶片有多余的叶片有一些剩下来的叶片多的叶片，你们建议不要扔掉，我们这节课母鸡的话呢它也是可以用的